赴日乡一备，王俊明、廖家浩，请至第一场地准备。一开始从刚接触羽球，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国小的教练也很细心的在教导我们。到了国中、高中，教练都很看好我，然后我又不想让人失望，我就更刻苦的练习。现在有这种成绩，都是要感谢教练那时候对我的严厉。好，我们现在要为大家示范的是正确的握拍姿势。首先，我们要先教大家的是正拍的握法。我们一样，前面要先握菜刀式，然后放轻松的把手指握起来，然后伸出去。我们正拍，放轻松的这样挥出去，这就是我们正确的正拍握法。好，我们现在要教各位另一个握法，是反拍的握法。一样，我们要先跟正拍一样，一样是菜刀式的握法，然后放轻松握起来。可是反拍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大拇指要压在球拍的小臂这边，然后一样伸出去，放轻松往上挥，这就是我们正确的反拍握法。接下来我们要教各位的是正拍前场的击球技巧。一样，我们要先把正拍的握法拿出来，伸出去。我们要跑上去前场的时候是右脚、左脚、右脚，然后跑到位的时候，正拍顺势的往上挑，这就是我们正拍前场的回击技巧。现在我们换反拍的回击技巧，我们一样跟刚刚教的一样，反拍先伸出来，然后我们跑上去前场的时候是右脚、左脚再右脚。然后我们跑到位的时候，我们往上挑，这就是我们正确的反拍击球技巧。那我们现在来教后场反拍如何才能打得远。首先，我们一样要跟刚刚的握法一样，然后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前场是球拍要往前伸，但是我们后场是我们要往后拉，球要在你的斜前方一点点，然后顺势的往前打。手腕跟肩膀要同时发力，然后跟着出去，球就可以打得比较远一点。再来，我们要教大家的是如何吊小球。一样，我们手伸出去，右脚、左脚、右脚，跑上去，手抬高，然后我们轻轻碰一下就可以了。再来，我们要教大家比较实用的假动作。假如我们在对打的过程中，对手回球比较靠中间，我们手原本是这样，然后但我们可以把手肘抬起来，快速的往对角线回击，这样对手会比较反应不及。再来，我要教大家的是我比较常用的假动作。我比较常用的假动作是，我在前场反拍，我都会做一个回拉，然后突然推颗后场。我这样出其不意的动作，可能会让对手措手不及。这个全民杯羽球让我难忘的回忆是，我高2那年拿到人生中第一次男子公开组单打的冠军。为什么会难忘呢？是因为我在那次比赛中打赢了很多我之前都打不赢的学长，然后我自己也增加了很多信心吧。因为毕竟那种比赛能打到很多强的学长也是不容易，所以让我很难忘。欢迎大家前来113南投县日月潭全民杯全国羽球锦标赛，一起为选手加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今天是5月5号星期天，欢迎透过转播欣赏113年南投县日月潭全民杯全国羽球锦标赛。那今天是在营北国中的活动中心来进行这一次的日月潭杯全民杯的赛事。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由主播蔡博宇以及身旁邀请到的是郭哥郭忠义来跟各位一起欣赏今天的赛事。郭哥你好。博宇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早上又看到熟悉的郭哥来到了南投，哇，因为像前阵子是进行完这个全中运的赛事，那目前是这个全大运的羽球也正在进行了。没错。那这个在南投县所举办的比赛，这一次的日月潭全民杯，也是让这个中彰投的这个地区的很多国小啊、国中的选手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比赛机会，而且包含像是他们还有特别做这种是这个县内的双打赛，对，啊，就是只有在南投县的居民呢，以及可能是从外地来到南投工作的这些的选手可以来报名参加。是，那还有在报名的这个年龄上面也有做分级，对，也有做这个80岁的区隔，双打赛事，这80岁以下跟80岁以上。其实这个在推广上其实非常非常的好了。那其实我们刚刚看了一下，除了我们的中彰投的选手之外，其实还有包含了那个刚刚有看到也有来自于屏东的选手来这边共襄盛举。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啊，一个现象。那因为南投县在南投县体育会羽球委员会的积极的推广之下，其实南投县在那个去年的全国运动会里面也有夺得了一个全国前8的一个好成绩啊，所以这里其实坦白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包括了我们刚在进行的那个汤姆斯杯，我们的男团也挺进了队史上第一次到前4的成绩啊，对，真的蛮不简单的，因为以南投来说，其实不能说是算是一个羽球的重镇了，以全国的各地的发展来说的话。但是也看得到，就是各个学校单位啊，以及县政府，真的对羽球的发展还蛮用心的。是，而且他们在今年的5月底，南投县政府也有承办了113年的那个全国身障运动会。那营北国中这个场地刚好就是接了那个特奥羽球的比赛会场。是。所以刚好在这个5月的时间呢，除了这个比赛之外，那各个包含这个身障运动会也要开始来进行。是。那在今年这个南投县政府以及教育部体育署有做这个新南向的移地交流训练，所以是南投县这边的复工国小、营北国中以及竹山高中队伍中的选手啊，全部移地到这个泰国去做训练。其实这也是国家的一个政策，其实不错，就是让大家可以去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费，可以让大家去出国去做一些移地训练，然后也可以去跟国外的训练去做一个结合。那训练完之后，刚好又可以去衔接一个在地的一个比赛，其实就是等于是以赛代训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也是一个路径，因为坦白讲，大家关起门来自己练，都是面对就是自己的人而已。那如果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场馆，其实真的就会有差。那在今天要看到第一场转播的比赛是公开组的赛事。我们赛场上在进行的这2位选手，一个是来自于屏东大同高中的许同瑞，就是身穿白色上衣的，对，白色上衣的这位。那另外这位李维布，他现在目前就读的是国立体育大学，那他也是竹山高中的毕业校友，也是一个很优秀的校友。对，这场比赛应该是非常的有看头啊。李维布的这个反手出界，结果这个时候发球失误。在控球上可能稍微有点还在适应当中啊。对。因为维布可能是现在好像才大学1年级，所以可能就没有参与了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全大运的赛程。因为国立体大其实坦白讲也是目前也是我们国内大学里面那个羽球的一个重点学校啊。对啊。
这一次的攻击就成功得手。哦，这个往前的一个小球放的质量也是刚刚好。对。也看得出主办单位的用心哦，在这个场地上的布置啊及规格啊，其实也不输于一般那个全国的正式赛的规格。昨天工作人员也很辛苦，因为昨天的赛程其实还蛮满的。是啊。其实现在真的是羽球也算是全民运动了，大家都是几乎每个礼拜都是好几个地方同时都有比赛。昨天在赛程很满的情况下，这比赛赶快进行了，然后还要抓紧时间来铺设这个地垫。对。哇，一个网球的压制啊！这个反拍出现失误。那公开组的赛事就是一样进行我们这个新制的25分。是，这我觉得主办单位他有特别去区分开来了。在国小组的部分好像是以21分，对，国小跟国中组是打21分。对。其实当时以赛代训啊，因为在下礼拜开始就会有那个中华羽协所主办的全国团体赛，是在屏东举办。那其实有很多选手也是借由这个比赛来做一个赛前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训练，这样子。主动的攻击，不过出界，许同瑞这时候失误数量比较多了一点。又是一个空出界。对。其实许同瑞应该是稍微打慢一点，让自己的球稍微稳定一点。其实这是一个单打的特性啊。其实这两位选手很符合单打特性的，就是一直想要去攻击，做攻击的一个机会，然后去做一个攻击上网的一个抢网的一个动作。是，所以变成造成那个双方选手的稳定性，控球的稳定性要控得好，不然几乎都是自己的出界在自己手上这样子。哇哦，一个推网。比分现在已经来到了11-6，这个球是没有出界，有控制了，控好了。预备一个虚攻。哇哦，又是一个控制失误。对。双方选手都很积极的在抢攻啊。现在也是让许同瑞连续的得分了，这个分数差距又慢慢的追赶回来。哇，这个要不得的失误啊！对，来到了13分。许同瑞应该要先把自己的节奏稍微放慢一点，因为他目前为止他打的一个球路来讲，其实是属于比较被动的一个球路啊。他应该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手上的东西，去制造一些自己可以进攻的一个机会。
这时候是李维布江西国中首次赖宇璇投线大神自己推出界，是第3场地出赛。哇！哦，这个抢网有抢到。对。哇，又一个出界。李维布这样连续的15，现在让许同瑞把分数给追扳平了。平了。哇，这边又放短。反超前了。所以换边之后，现在李维布还没有拿到任何分数。是，反而是让许同瑞连拿5分了。哦，有点踉跄。现在这对2个选手来讲，这个场馆应该都不是主场啊。对，都要适应一下。哇，换边之后，许同瑞现在连拿了6分，哇，7分。其实这感觉应该是没有风向的，可是好像变成在我们镜头下方的那个围布换边之后，好像就在推就很容易出界。对，止血了，总算止住了。11点24分，国中国女双16比14。许同瑞掉分之后，现在还一个暂停。现在选手其实慢慢的已经开始知道怎么样在场上控制自己的节奏。其实要这样怎样自己在场上可以做一个最佳的一个运动表现，然后也是有点算是小小的争取自己喘息的机会啊。对。所以有时候这也是在考验裁判的专业度啊。哇哦，这个积极的进攻，对，反拍的下压加一个正手的一个突击啊。这一分前面其实许同瑞打的还比较被动。对，原本他是被动，他反而从被动转成主动，其实就是在他的那个反拍下压开始，转成主动。其实有时候在球场上打球的时候，有时候是真的是需要逆一下思维，反而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优势啊。现在分数差距又来到了4分差，18比14。做直线之后，这一个球放掉。李维布如果可以选的话，应该都不想要到画面的下半部去进行比赛啊。我换边之后，到现在仅仅只有拿下1分而已。是，哇，又出界了。反拍是挂网，来到21比14。
这球又回给到许同瑞，有一个攻击的机会。对，他反而是把气势打上来了，整个乘胜追击的感觉。其实有时候像这种高中生，很容易就是出现这种状况。如果让他运势上来了之后，他就会很容易就是可以顺着运势一直连续得分了。还是出界，哇，差一点点，对，但是还是出界，就在线边一点点了。对。哎呦，什么球都给攻了，对，真的打开来了，真的，哇，这个气势一上来了，哇，然后尾部换个边之后只拿1分而已，原本是9比13呢，双方换边的情况下，结果在回来之后，李维布仅仅只拿下1分，25比14，所以屏东的大同高中的许同瑞这场比赛25比14拿下这场胜利，顺利的拿下。这换边之后打得非常的精彩，那气势打开来之后真的不一样，是好像什么球都可以攻得进场内。11点24分，80岁以上属男双，许彦成、罗宇杰、林依凯、叶立鹏，请至第1场地准备。那今天在比赛的场次上面呢，目前场上是4个场地同时在进行比赛。是。那画面上看到这3、4场地的2个地垫，就是昨天晚上了，也是这个竹山高中以及营北国中的小朋友，赶快帮忙布起来的。其实铺地垫不简单哎，铺地垫有时候还要对线对准哎，对啊，而且地垫是蛮重的，我有搬过。好，下一场比赛一样是公开组的男单赛事，屏东大同高中就是刚才许同瑞在接下来后面的双打搭档黄宏瑞对上的是亚博日向竹山的吴成林。在这场比赛里面，2位选手啊，黄宏瑞他在原来的球队里面的角色扮演大概都是双打，但是今天来报名单打，觉得应该也是一个以赛代训的一个爆发。是，对啊。那陈琳的话，他是竹山高中的学生，他本身就是一个单打手，所以在这场比赛里面来看一下我们黄宏瑞他怎么用双打的打法来打单打。双打的打法跟单打真的还是差距蛮大的，会比较不一样。因为双打的话，他会比较以进攻为主。对。那单打的话，因为单打只有1个人，所以他在球路上的配置上来讲，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好，这场比赛是由吴成林来率先的发球。哇，过，刚好弹网过去，一个路径不是黄宏瑞的那个设定的路径。球路上面有一些改变，对，弹跳了一下。因为在英北国中这边场地之间间隔比较近了，所以偶尔也会有这个隔壁场的球可能会飞进场内。对，这还是场地上面一个比较大的限制，因为场地就比较小一点。其实有时候也是
地方推展，有时候会遇到的一个小状况。对啊，因为其实坦白讲，在没有特别设定有什么比较大的场馆，其实一般的学校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4个场地，对，都是会以一个4个场地为主这样子，而且大部分都是综合的体育馆，不会是一个专属的。到有一个专属的体育馆来进行羽球，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是，现在大部分场馆的一个规划都是希望能以多功能为主啊，不会说是以一个单一的一个使用这样子。哇，这现在吴成林的开赛非常的凶啊，对，拿下一个7-0。往前这个变线也掉到，一个出界，让黄宏瑞拿下第1分，终于是拿下第1分了。公开组的男单总共是21位的选手来参加这一次的赛事，拿下分数之后气势又不一样了。出界，推的比较长了一点。周东成1名是第2场的初赛。有出界，差一点点，还是太长了。目前整个进攻主导权几乎都还是吴成林掌握在手上。对，没错。主动把角度给带开，不过这一颗球是出界，送出界。对，角度拉太开了。但是他进攻的欲望是真的是很高。哇，有出界。对。那现在公开组男单赛事这场比赛已经是来到了复赛的8强，前面都是打一个3角的赛事。那到8强就是单淘汰赛了。赛程公开组男单，狗南高中夏恩、亚博、日商富商、少先请至选手备区。13-4，双方换边，吴成林继续来发球。哇！到后场的进攻也把角度给拉得很开，对，不疾不徐的去做一个下压的进攻。继续的做对角的攻击。吴成林就试着都打大对角的一个攻击，对，他今天打得很准了。对，让黄宏瑞去左右的一个疲于奔命了。可惜了，黄宏瑞这边主动上网，不过是球推出界，但双打就赢赛了。对。出界，这拍力道就大了一点。哇，一个抢网，抢到了，且很有礼貌的跟对手致意一下。对。
因为是往身体过去的球啊。对。吴成林往前的这个下压波压到了网子上，似乎换边之后好像可以连续得分了。嗯。哇！今天双方在进攻的稳定性上面还是有一些差距。对，陈琳还是比较准一点点，但是其实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洪瑞他自己本身是双打的关系，所以他的球几乎都压在双打线上。嗯，对。但是压在双打线上就是 outside。对，就是他打出界了，所以他还是要赶快调整一下。其实他也有机会啊。身体记忆。回到网子上，吴成林现在已经率先的拿下了20分，20比7。还是出界了。哇，陈琳是有准备的哦。对。这一次可惜，对，差一点。哇，这个小球也自己放挂网啊！你想要把角度给带开，我球是没有过去，嘿，对。哇，这个小球又触网过去了，两个都在弹网啊。对。第一个塞末点，吴成林就顺利的把握下来。洪瑞这一场比赛，如果以双打比赛来讲的话，很多球都是好球，对，都是突击的好球。对。哇，不过这单打线呢，就是好像怎么样就压不进去，就差那么一点。没错。比分的差距也稍微大了一点。竹山高中的吴成林顺利的闯进到下一轮的赛事。这场比赛获胜，接下来就是4强了。这场比赛在吴成林换边之后就没有到像上场比赛李维布那样子崩盘的感觉。对，没错。我昨天看了一下这边场地，它在应该是在2楼啊，是有放这个空调。那吹的位置都是在比较高的位置，所以要影响到球，应该也没有那么容易，不会那么直接啊。有时候就是换边那个感觉的问题。对，就真的是一个手感的问题。可是这又不一样的是，通常我们都会讲说面对镜头的会紧张，可是我们目前这2场看下来，好像是背对镜头比较紧张。然后接下来下一场比赛一样是公开组的男单，斗南高中的施夏恩面对的是亚博日向竹山的吴少谦。施夏恩是目前画面下方穿白色球衣的选手，正面是浅蓝色。
吴少谦则是正面是深蓝色球衣。昨天主要进行都是以这个国小组的为主，是。昨天现场好多小朋友，很热闹，小朋友都是最热闹的。因为现在只要是假日啊，小朋友出来打比赛，其实基本上应该就是全家有了，全家的出游，昨天阿公阿妈都出来了。多的这个手机啊，然后大家都放这个手机架啊，就是拿着在拍小朋友精彩的画面了。而且刚好又礼拜六啊。对，其实刚进来的路上看，好像也草屯这边好像也有什么活动的样子，就蛮热闹的路上。只是说今天刚进来的时候有点下毛毛雨啊。是。对。昨天天气就蛮好的。对，昨天听说昨天天气蛮晴朗的。对。昨天到南投真的天气非常好。我最近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天气变化都会蛮快。对，很快很快。好像刚好今天又有这个封面了。不会，下雨天一样浇不熄这个羽球人的热情啊。因为浇不到，因为我们都在室内。对。选择走一个直线。对，回球出界，私下连拿2分。刚好在线外差了一点点。跳的还是比较深了一点。邱凯明、洪继学、吴明达、蔡玉霞，直至第3场准备。双方前面10分打成了5比5的平手。这个球被吴少谦的变线了，小球放得够短。刚刚好在这个单打线外一点点了。史夏安在往前自己出现了失误，这球没有推过去。6比6的情况下，让吴少谦连拿2分，掉开了，出界。两边今天在主动发生的失误是比较多一点。对，其实这2位选手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所以他们在打球路上感觉起来就比较生涩一点。对手走一个斜线的制胜球。往前的小球没有放过去。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刚好就是签运的问题吧，刚好2位实力相当的就撞在一起，凑在一起，对，刚好撞在一起这样，这也是一种磨练啊，比较就不会出现一面倒的状况。对。哇，掌握到这个优势。把角度带开之后，直接上网。12比8，斯夏恩这一颗球回击挂网，所以13比8，双方现在换边。看一下斯夏恩在换边之后，能不能像前几位选手这样子，突然醒过来。你目前看到下半场都是在画面上方这边来占优势。11点48分，赛程国中组男双，德库日香一贝赛子源16胜，德库日香一贝。刚换边就拿下1分了，马上就是一个成功的攻击。13比9。哇，又是攻击之后的连续上网，对，杀球上网，连拿2分。这一次是吴少谦成功的直线攻击。错界，太想做手法了。回击的挂网，现在分数差距又来到6分差。吴少谦好像是来自于屏东万峦的小朋友，远赴到南投来念书啊，代表了对羽球的热啊。是。相对的也是对我们南投县竹山高中的信任，对，因为不会跑这么远来。你说从屏东往北上来啊，要选择的羽球的学校其实还蛮多的，没错，在高雄、台南都有。对，高雄、台南啊、云林啊都有，嘉义。他选择来到南投的竹山高中。竹山高中在最近有好成绩，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好选手。是没错。有时候对球队来说，真的还蛮辛苦的。对，因为你要有好成绩，才比较好去征召到好，吸引到好选手来。但是竹山高中其实坦白讲，对于选手的照顾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有宿舍啊，然后教练的管理啊，舍监的管理其实都还不错，是让家长都还蛮放心的。13比20，斯夏恩现在还有7分的落后。球回出界。哇，斯夏恩这一颗球掌握到了进攻的主控权，对，而且来个变线，
其实头脑里面的东西都是有的，只是能不能力行出来而已。对，然后做出来就是最难的。对。吴少谦的放短也出现失误，分数慢慢的拉近了。对。吴少谦这一颗短球，这一颗变线也放过去，角度带得很开。哎呀，可惜，意思是对的，对，角度抓太偏了。已经把整个进攻的位置都给做出来了。吴少谦的回击挂网，感觉施夏恩到下半局之后开始比较进入比赛的状况。其实很多选手都是比较害怕，就是这个上半局都在当热身一样，可是这是比赛是残酷的。对，这就有一局的25分了。对。其实包括正式赛也是一样，也是有选手第一局要当热身，就第二局当热的时候，热起来的时候，气势有时候就输人家，就是第二局就气势被压过去，对，就压过去。所以有的选手在比赛前的准备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哎呀，又是一个没有过网。对，那这一个就没有过网，也就结束这一场比赛。竹山高中的吴少谦25-17。顺利拿下比赛胜利，所以下半场在施夏恩这边感觉状态是有逐渐的在往上提升，对，但是太慢了，对，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对，太慢热了。那其实前面来说，这个分数其实咬得还算蛮紧的。场上刚刚进行完这个公开组的单打的赛事，接下来要轮到的是双打了。双打看一下那个球速可能就比较不一样，比较快一点的。国中组的男双，对，看起来应该两队都是云北国中的选手。应该一边是万和吧？哦，是不？还是两边都是云北？我们待会要看一下，因为今天在这个比赛的场次比较没有那么固定。对，蔡子元跟施佑成，对上的是赵子宏跟张飞利，对，都是云北国中的内战。
对，平常应该就是打到已经稀巴烂了。对，那闭着眼睛都知道可能对手要打什么球。对。可是有的选手不一样，有的选手是比赛型的，他反而加了惯了一个比赛之后，就打得比队内还要好。有些选手他就是这种比赛型的选手，那可能常常练球的时候都被教练骂，但是比赛的时候打得都特别好。对，这种选手教练就是又爱又恨啊。平常都不认真啊，但是比赛又不会输。比赛没输，教练又不知道，对，想骂他又不知道该怎么骂。没错。那隔壁场地就有看到在进行的就是这个社会组的赛事，对，就比较稍微年长的。对。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啦，不是白头发就是长辈。哇，开赛马上就是一次上网攻击，在球速上跟刚刚的单打其实还真的是有差别。前面2分双方1比1的平手。白色球衣这边是蔡子元以及施佑成，红色以及黑色球衣的部分则是赵子宏跟张飞利。一个切球的挂网。哇，这个往前，这个球下压压的太多了。感觉出来，这4位在队上应该成绩是不错的。但也相对的也非常熟悉彼此的球路，几乎都知道对手要打什么。是。现在突然有一种这种队内练习赛的感觉。哇！我连动都不用动，就站在那边等你啊！刚好就是这个位置了，直接下压。我知道你要打这里。哇，这个接发球的失误。结果马上回一个发球失误。对两边来说，这应该都是他们的主场了。对，因为平常都在这里练习。对。哇，拍子都甩出去了，还是没有接到球。蔡子元跟施佑成现在取得了8比5，3分领先。又抓到，对，又是往前，又是一个抓到。还没有回球前就已经跑到这个位置上在等了。球过来之后直接反手下压。那有的时候你实战当中想要改变平常的球路，还没有那么容易。对，没错。这边是两个人默契上面没有沟通好。
哇，太急了。对，也是一个好的进攻机会，如果没有打好，那国中组就是打21分，所以11所以分要11分换换边了。对，这场国中组的赛事跟刚刚这个公开组的男单，就看到在选手除了球路比较熟悉之外啊，因为这是同一间学校，那主动发生的失误次数也稍微多了一点。对，没错。相比起高中的学长们呢，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稳定。又是主动攻击出现了失误，想要走一个直线。哇，又打喷掉。落后的分数变多之后，现在也开始有点急了。15-6。这个虚空弹是力道短了，打到了网子上。哦，这边有点急了。哎呦，其实也是抓到了。对。自己摸摸头啊。哦，这个球抹得好啊。刚抹得过，这个选手可能冲出去救，可能不小心可能会拉到。对。80岁以下组男双，郑玉琪、陈廷伟，也反手自己的失误。选择走直线，看一下，怎么会没有打到嘞？这一拍也打到网子上，想要来一个快攻啊！对。弹过去。哇，这分数都已经落后了，结果网子这时候还给对手帮忙啊！来继续的攻直线，来到20-12的赛末点，来到决胜分了。对。这个反拍
也打到地上去了。对，处理的有点稍微随便了一点。所以这场比赛由蔡子元以及石佑成顺利的拿下比赛胜利。国中组男双他们参赛的队伍数量就比较多，所以在进入到复赛之后是打16强。国中组的男双总共是有29队来参加。接下来一样是要继续来进行是国中组的男双，这是光明国中的对上营北国中。光明国中在这一次全中运成绩非常亮眼，他们有拿到团体赛的冠军，是，然后个人赛单打也有拿到了金牌跟银牌啊，金包银啊。而且他们也创造了国中男团的2连霸。要完成连霸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是。光明国中的张康琪以及朱立轩。对上营北国中的王俊明以及廖家浩。赛前热身结束，这场比赛要准备开始。开赛的第一波发球是在光明国中，张康琪以及朱立轩这边。哇，直接就是在那边等你。对，其实有时候双打就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你自己打了之后，你有没有去抓准备抓下一拍的动作？如果你有抓完整的话，其实你的球路上会比较好配。这球回得太深了，出界。这个球，这个判断是出界。哇，这往前自己扣到网子上。对，他想要去抓他，但是他
压太快了。嗯。哦，刚刚好在线外。哇，拨到这个空档的位置，这个分球分得很漂亮。连续的抢攻，有敲框啊，一直听到框的声音。出网，但球没有过。20岁以下组男生10米中陈志玲请至第3场地出场比赛。10米中陈志玲请至第3场地出场比赛。前面现在分数咬得还蛮紧的。这个球反拍，哇，多等了一下，结果球是在界内。一样打在拍框，对。对，积极。对，其实他们是蛮积极的在抢攻，只是可能控球没有控好、控稳。在换边之前，现在9比8啊，比分一直咬得非常近。对，两边今天其实在前段失误都还蛮多的。对，没错，其实非收获性失误多了点。对。还是英北国中这边主动出现失误，10比9。哇，这个判断上面的失误，对，一个发球发他后场啊。对。11比9，双方现在换边。教练有上来指导了。那球路上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双方两个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来一个很多的来回啊，都是一个自己的一个非受迫性失误，自己失误居多的失分。对。当然，今天出现很多状况，就是换边之后啊，对，在突然崩盘的状况，对，就要观察一下。没错，没错。80岁以下组男生平均打。这颗球有点急了，想把角度拉得很开。对，他想要把球分开，让他自己去做一个进攻，只是拉太开了。直接等在这个位置抢攻啊，对。
出界。14-10。都还是出现很多的不必要的失误啊。然后以两边来说，稳定性都没有那么高。对，现在变成这场球是谁稳谁就有机会拿下胜利。对，看谁可以先稳下来。走中间。哇，双方现在又回到1分差。对，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双方只要谁稳谁都有。对，好不容易追到1分差，结果自己发球失误。这一球稳稳发过去，或许他还可以得分。对。往前这个球也打到网子上。弹跳过去，一个幸运球啊！这个 lucky ball 拿下来，17-15。哇，就是一个轻易的挑球失误。所以又回到1分差。哇，追平哦，追平了哦。双方17-17的平手。这一颗球在界内啊，这个拍子没有挥出去。哎呀，哇，连续的2拍失误，现在反而林北国中这边超前的王俊敏以及廖家浩，19-17。对，超前的。啊，再又一个失误。这个球一推出去就知道太深了。我现在迎来赛末点了。左界，也是在线边的位置。哇，一个往前的，对，可以抓到往前的这一个机会，对，所以前面一直落后的营北国中的王俊敏以及廖家浩，就换边之后，反而是在最后啊，光明国中这边，分对，一样是因为失误而导致的状况，没错，这是其实很要不得，在17-17的时候，连续的几拍的失误，21-18，恭喜营北国中2位选手拿下比赛的胜利。
好，欢迎您继续透过转播来欣赏2013年南投县日月潭全民杯全国羽球锦标赛。赛事进行到目前呢，在这个时间，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次的赛会顾问，也是南投县的议员简金祥议员来跟各位一起欣赏这一场比赛。议员你好。你好，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简议员也是非常热爱羽球这项运动，也为这一次的比赛做出非常多的贡献。对啊，其实我也是一个羽球爱好者，不敢说是选手，但是也是一个羽球爱好者。那所以这次的比赛啊，其实我有找不同的厂商，大概找11间厂商，然后共同来支持我们这项羽球运动。因为要举办一个赛事，真的需要很多的厂商的大力的支持啊。这对，像是这一次赛事的这个协办单位以及各个赞助厂商呢，包含像南投县竹山高中以及营北国中这边，也都是出人出力啊。很多的小朋友除了要比赛之外啊，也要来帮忙在这一次的赛务上面的一些运行。是啊，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啊，知道一场比赛都是很不容易。我个人几乎每年都有办比赛，羽毛球比赛，所以也都是所有要集合所有人力跟物力啊。那所以当然我们很期待说，像这样的比赛能够经常在南投来举办。是。那因为南投的羽球风气其实非常棒啊，非常非常好。除了有营北国中竹山高中，还有其他的像国中国小的部分其实有很多的国学校非常非常支持，家长也非常非常支持。很期待未来有机会在我们南投继续办。是，因为像在5月底就是在今年113年的全国身障运，就是在南投来举行。是，所以这次的赛事当中也有特别做这个听障组以及身障站立组的示范赛啊，这作为这个身障运的示范赛，真的这对这些身障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然了，今年我们很荣幸今年南投县能够争取到这个身障运的一个比赛那我自己本身是游泳的主委，是，那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的关系让我们的游泳池山河游泳池能够有一个很大的设备上的改善，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是。好，这场比赛是回到了公开组的男单，两位都是高中的选手。画面上方这个身穿深蓝色球衣是竹山高中的朱柏林，画面下方红色球衣就是大同高中的许同瑞。当然南投在这几年，像竹山高中也在前2年的全中运当中拿下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是团体的银牌。是。一直以来，羽毛球都算是竹山高中的强项。是。但近年来，营北国中也是相当不错，成绩非常非常亮眼。是。而且营北国中其实创队到目前为止还不到10年了。是。其实这个场地也是我平常练习的场地所以我跟营北国中的渊源算是蛮深的。蛮深的。我也就住在这附近。今天这附近好像蛮热闹的对，中心新村的这一块。是，因为刚好适逢母亲节嘛。我们自己也有办活动，母亲节最附近的活动相当多。是。那像今年在这个南投县的3间学校，富工国小、营北国中以及竹山高中，在寒假期间是有到这个泰国来进行这个异地的训练。也是这个教育部体育署的一个补助的专案。是。县政府这边也有在补上一些的补助款了，让选手可以更没有后顾之忧。对。其实我们南投县政府一直针对我们孩子们出国这件事情出国比赛也好，出国游学也好，都有一定的补助。是。那也很期待，希望我们的孩子不是在南投就资源会比人家少，不要让孩子有这种感觉。是。那所以当然很期待说我们的孩子能够越打越好，能够让孩子们能够清楚知道我们在这里打球，然后能够再跟国外的选手能够一起比拼。所以。包含这个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各个学校现在陆续发展，也拿到好成绩之后，其实也逐渐的吸引到一些外县市的选手来到南投。是。这个以往来说，真的是可能大家都不会觉得说
你要往外线是会到南投这个位置。越来随着我们羽毛球的运动这个风气的盛行然后还有很多老师的努力，县政府的努力，现在也蛮多孩子愿意继续留在南投继续升学，然后有羽毛球这一项特殊的技能。哇，直接上网抢攻，攻击的很猛啊！对，我看，这个球稍微弹网啊，所以影响到了许同睿的节奏。在这一次比赛赛前，也有看到在主办单位这边特地做了一支影片那就是邀请蔡承翰来担任这一次赛会的这个介绍的影片的主角。蔡承翰就是南投现在的后起之秀，也是营北国中的第一届的羽球队的校友。对。这球回击挂网，也可以说营北国中的羽球队就是蔡承翰当时所出现的这一支球队对，是第一届。那从他之后，现在当然他也打出好成绩，那后面的学弟也把这个成绩给逐渐的维持下去。没错。也帮助南投现在一些大大小小的赛事当中都有很好的表现。是。那也想请问一下，在像这一次的这个日月潭全民杯，目前到今年为止，这样是已经举行了几年了？我知道了日月潭全民杯应该说是南投县在举办这个杯赛，这个南投现在举办这个杯赛应该是第一次吧？应该是第一次举办这个杯赛。日月潭全民杯应该是第一次在这里举办。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对我们来说意义很重大，意义非常非常重大。所以这一次除了在非常多的赞助单位来协助这一次比赛进行之外是教育部体育署这边也有特别针对这个转播来进行补助。所以观众朋友，像以往都是家长们自己拿着手机来到现场。我想这个转播对于我们的选手来说会是更大的一个鼓舞。是，的确这是更大的鼓舞，因为比赛不嫌多啦，但是就说比赛来说很少有办法遇到做一个全国转播的。对。那所以这是很多家长也跟我提到这件事情那其实这次机会难得，所以你看到我们2楼其实家长都站满满的。对。那除了替我们的选手加油之外，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共襄盛举。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比赛在南投来说的确是非常缺乏。是。那当然也可以让其他各县市的选手来到南投，我们营北国中这边来看一看真的南投的环境还蛮不错的。是。这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现在比分咬得非常的紧，非常紧。好球，压线吧，直线在界内。界内。两边的选手实力相当。对。这球打得相当深了。10比10的平手，许同睿现在跟裁判这边要求要换一颗球。哎呀，结果自己也发球失误，紧张。我觉得像这种大型比赛除了当然选手对选手这个鼓舞之外，同时也会增加选手们临场的作战的能力。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打过球就知道一般练习跟上场差很多，有转播就差更多。对，尤其你面前就会看到摄影机。对很多摄影机在看着你这个压力很大哇！你看，对这边有来有往的失误也出现了发球失误。是，加油各位选手，2位选手加油！12比11回到许同睿发球。发一个深的，好球！
哇，哦，刚刚他那一个假动作把他晃到了。对，嗯，身体的重心偏移掉，对偏掉了要救这一颗直线就救不到，是，所以就一个失误出界收场。竹山高中的朱柏林13-11拿到了领先的优势，要换边。哇，那这一场比赛也非常开心了，能够邀请到简祥议员来跟我们一起欣赏今天的赛事，也谢谢议员这百忙之中拨空前来一起关心我们这一次的日月潭全民杯的羽球赛，非常感谢议员，谢谢您，谢谢主播，谢谢。好，在刚刚上半场的比赛啊，非常开心邀请到南投县议员简千祥议员，也是这一次的赛会顾问。赛事的顾问当然不是只顾不问了，这个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呢。对，其实也是非常感谢这些议员们哦，其实有这样大力的支持啊，不然其实有时候这种羽球运动其实真的是算是有点花费很大的一个运动，其实有时候一颗球啊，真的是可以买一个便当啊。所以如果说那个没有这种议员啊，那个厂商啊的赞助啊，其实要推广起来，其实也是非常的吃力啊。对。刚刚在上半场比赛，这个比分咬得非常的紧了哦，这颗球等到最后一刻，许同瑞很大胆的放掉这一颗球，对，这个球只有差一点点。12点36分赛程，国中组女单，投县大神2006上网之后被朱柏林找到机会。其实就在上半局看他们两个对打，其实感觉到他们也是就是做强攻式的一个打法，所以相对的一个往前的控球跟稳定性也是要非常的注意。是。看一个球的连贯要做好，不然原本是柏林的一个主动，变成他自己的失误啊。可惜，这个往前小球没有做好，做了一个太高了。高起来，对于这些公开组男单的选手来说，基本上都不会放过。对，一定都是强网的。漂亮！现在换许同瑞来抢网了。许同瑞推了一个出其不意的一个角度啊。其实柏林他也没有一个注意到说他会这样推。双方现在17-17的平手。哇，一个 lucky ball， 对，刚好弹过。一个往前没有处理好，基本上马上就上去就压了。对。亚博、日香竹山、吴成立、亚博、日香竹山、少先体制选手对局。
换球速度非常快啊。对，刚刚郭哥也讲到，一颗球就是一个便当。对，没错啊。所以这真的就是一个大家需要来支持的一个运动。其实羽球运动它在一个对于小孩子来讲的话，其实是个训练他的集中注意力跟判断力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项运动。是。朱柏林现在拿到了21比18，把这个比数拉到3分差。哎呀，哇！但这一颗球在往前呢。这两位选手一个要换球，一个不换球，对，就实际上球是坏掉的。但是有时候选手的确会这样子，就是赌的一个球运啊。对。你看刚得分这颗球正顺，我就不想换了。这一颗球看了很久哦，一直盯到最后一刻球出界，也是有点赌博哦，还很怕他吹进来啊。对。又出去了。对。这个球就比较明显了。对，没错，一挑就大概知道是出界了。哇，连续3颗同一个位置啊！所以许同瑞现在连赶3分回来啊，只剩下1分差。哇！这似乎是他上一场在这里的比赛的表现呢。现在变成平手了，22比22。哇，这个反手啊，打到网子上。看了一下球，还不用换。出界差一点点。23比23平手。突然发一个深的位置，发长球。其实这有时候是经验的。哇！就这一颗球，还是被朱柏林给掌握到。在第一个赛末点，朱柏林有顺利的把握下来。不过许同瑞在比赛后段，连续让朱柏林这边回球出界，还失误。对，造成了朱柏林的一个压迫。不过非常可惜了，最后2分差，朱柏林一样拿下比赛胜利。拿下比赛结束之后，场地先稍作整理，也请您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分赛程国中前女单是陆军黄瑞琪，北市大城3人时是第2场比赛。国县大城只有1名。县中校在练习是第3场准备。好，回到比赛场上，现在场地上面继续来进行，一样还是公开组的男单的赛事。对，有吴成林打那个陈少谦吧，吴少谦，哎，吴少谦，是中山高中的内战。对，刚刚2位在这里获胜的选手，对，应该是学长打学弟啊。嗯。今天的比赛啊，因为在这个转播场地的规划上面，对竞赛组来说也蛮不容易的。对，它也是这种考验啊。对。对于选手来讲也比较刺激啊，因为选手可能他也没有办法准备说我就要上转播场，所以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另类的一个经验啊。对。这场比赛也是公开组男单的4强赛。获胜的选手待会就会来面对到朱柏林，那也都是竹山高中的选手。对，就是学长给学弟一些指教。哇，马上就是一个对角。对。就是从刚刚那一场到这一场，其实看一下，这似乎就是陈琳的一个打法，就是以对角的进攻为主这样。哦，这个小球没有放过去，角度已经是带开了。鞋带松掉，重新的绑。往前是吴少谦自己出现的失误。这一次改走直线，吴少谦原本是也有在提防对角的这个位置啊，这吴成林突然来一个直线，哇，这角度完全带开了。其实，在少谦的那个力道上来讲，明显的还是感觉到比吴成林稍微小了，小力的点。往前的反拍挂网。这球触网之后没过，分数突然之间就被拉开了，7比1。
请至第1场地准备。还是一颗触网球。彰新国中赖宇璇联合国中李婕妤请至第2场地准备。更正，请至第3场地准备。主动的攻击，想把角度拉开。哇，还是一切都在陈琳的控制中这样。然后整场比赛现在打下来，老神在在的感觉。邵先生讲学长，这个反手又是稳稳的压在线内。出界，刚好稍微深了一点。出界。这个反拍一出去就比较偏外侧。回击挂网，所以是3-2，现在双方要换边。吴成林，你看到他在这个休息区什么东西都没放了，就拿一只拍子过来而已。他就拿一只球拍下来而已。水也没拿，拍子备用的拍子也没拿，就拿一只拍子下来而已。好，换边的第1分还是吴成林这边拿到，在换边的时候是直接走过来。这个对角啊，位置还是压得很漂亮。对，没错。有，反手这颗球直接挡回来，推了一个对角，挡一个对角。到了双打线里面了。这个反拍也挂网，换边之后，吴少谦现在开始有连续的得分了。想要再拉一个对角，这球是出界。哇！就可能做比较慢一点点。还是一样。陈琳有换边之后，这个对角的球啊，通通都出界。对，陈琳有把稍微速度放慢了，放慢很多。反拍这个球力道短了，因为吴成林也没有用力杀，所以他也借不到他的力气啊。打到拍框。哇，压线了，刚刚好压在线上，是8-9。
这个球吴成林已经直接等在这个位置了。对，直接等在前面等他。对，这个球打的就蛮随意的。来到下半场，吴成林节奏是有放的比较慢的。整个节奏它就是一个等于是在代训的感觉。哦，这个小球放过去。对，就是把一个四角球控制好的一个概念，这样子而已。1点钟赛程，国中组男双，横渡日向以北，洪俊明、廖家浩，横渡万。比分现在来到22-10。是选手越区。这个球是吴少谦自己放出界。来到了赛末点，出界，出界。这个球反拍没有碰到，球是压线在界内。吴少谦突然来了一个直线。比赛结束。对，刚好这一球擦网也弹过去，弹网过去了。对，陈琳打的就是一个很轻松的打法，这样子，就有点像是平常在训练的这种感觉，在球场上训练的感觉。25-12，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下半场把这个节奏放慢了。主要调整自己的状态，也让学弟吴少谦了，可以跟他有更多的一点来回。来回，不然上半场有一点被压着打的感觉。好，那这场比赛结束，也请您稍作休息，待会回来。
好，欢迎您继续的回到比赛。这场比赛回到了国中组的男双的赛事。对，林北国中的王俊明、廖家浩对上的是万和，万和国中，嗯，万和国中李博翰以及吴炳彦。万和国中是台中的学校，对，来自台中的学校。那两边在刚刚前一场比赛都是击败了营北国中的队伍，王俊明、廖家浩击败了蔡子元以及施佑成。对。李博翰跟吴炳彦则是击败李永生以及钟胜祥。这场比赛也是国中的男双的最后冠军赛。感觉起来，万和国中的同学可能在力道上可能也还没有发挥哈。但是在那个韧性上，其实还反而比较耐韧的。所以在这几拍里面来看，似乎都是营北国中的同学自己没有掌握好一个主动的优势啊。对。这一拍就有把握下来。对。但实际上，万和国中的同学还是有准备的，只是球没有打过而已。第1名彰新国中曹世运、赖宇璇，第2名和富日香营北李之庭、张义勋，请以上得奖选手至竞赛组影响。前4分，双方现在战成2比2的平手。哇，这个球选择放掉，但是球是稳稳压在线内，判断上面的失误，连线都没有碰到。太靠近身体的球，没有把球给回去。又是在一个线内。对，两边对在比赛前段都有这样子的判断失误。对，在判断上都没有那么的准确。适合国中有元气。王玉成是第1场比赛。这个球没有切过网，其实也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哇，一个默契上的失误啊！对，两个人都觉得对方会处理掉这一颗球啊，因为已经掌握到主动了，结果漏掉。然后这边是默契，对，两边的默契上面怎么会这样子嘞？两只拍子都敲在一起了，反手出界。
个球力道是太大了一些。双方现在分数其实咬得非常的紧了。那目前分数比较多的来源几乎都是双方的非受迫性失误。对，没错。这个球刚好推进界内。以美国中的王俊美廖家浩现在率先的拿下10分。哇，这个球做一个放网的动作没有过。万和国中这边在换边前呢，看能不能够继续的追分呢？这一拍的来回非常多，最后是让以北国中这边出现失误。对，其实国中组的比赛就是这样子哈，其实有时候除了稳定性之外哈，其实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帮他找到一个可以得分的方式。他们会越打越急啊，像刚刚这一颗万和国中的同学又是一个急的出拍。对，11-9，现在双方换边。竞赛组成绩报告：国中组男双第3名德固日香林北林永生钟胜祥，德固日香林北蔡子源施佑成，请以上得奖选手是竞赛组领奖。好，11-9，双方换边，以北国中这边来发球。自己推到网子上了。其实感觉起来是万和国中的同学比较有组织，但是相对因为他们的可能力道比较小一点点，所以反而都一直被营北的同学压着。对。现在目前拿到的分数基本上都是以美国中这边主动的失误。往前，这个球下压也压早了。抢在非常早的点下压。其实相对的万和国中这2位同学，如果想要赢球的话，他们应该要稍微多一点的组织，然后并不是靠进攻，是可能要去靠前4点前场的压迫，前场的压迫可能要多一点。赶快站起来！下午50分赛程，80岁以下组男双。刚刚倒地之后，但把这个时间拖过去，反而抢下这1分。现在万和国中拿到领先了。对。
这他们就是要，边倒地其实他们就是应该要像刚刚那样子的一个去组织一个进攻的一个球路跟去推，因为他们一直在做被动的防守。其实坦白讲，营北的同学的力道，其实他们坦白讲会比较大一点点。那压迫到他的时候，他弹回去的球，其实基本上比较容易让营北的可以再去做连续的进攻跟压迫。是。这同学看起来应该像是国一的小国一的吧？亚博日香竹山朱国明，亚博日香竹山林神礼，第四是水在分数一样，只有1分差而已。这场比赛双方现在互换领先的次数还蛮多的。对啊。营北这边又再拿回领先，17-15。打回去，但这个球刚好就在正面的位置，对，刚好在他的手上。现在拉开到了3分差。又是一个默契的失误。对，反应过来要往前已经来不及了。哇，整个人扑出去，还是救不到这一颗球。那现在让英北国中的王俊敏以及廖家浩来到了赛末点。赛末点，这1分先拿下来。哇，哎呦，触网！有再追了1分上来。对，所以刚刚那颗触网，不过还是有把球送回去了。20-18。哦，第一个球高起来之后，就是英北这边连续的下压。对，恭喜王俊明跟廖家浩拿到了国中男双的冠军了。对。这场冠军赛其实两边分数一直咬得很紧的，而且不断的在互换领先。对，其实也是很有精彩度的。最后是英北国中把冠军呢留在自己学校。对，没错。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待会应该是回到男单的赛事了。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
成80岁以上组男双，叶俊年、朱孝尊、许慧婷、刘玄义，请至第3场地准备。吴玉峰、林炳峰、廖俊岱、董书远，请至第2场地准备。这里先生，在我右边，朱柏林、亚博入江涂山；右手边，胡腾林、亚博入江涂山。胡腾林开始，0比0。好，欢迎您再继续的回到比赛。这场比赛是公开组男单最后的冠军赛，这是又是竹山高中的内战了。朱柏林对上是吴成林。这2位选手可能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可能要去调整一下，因为也是相当熟悉彼此的球路哈。对，所以在比赛场上其实有时候就不一定的啦。嗯哼，对啊。在刚刚上场比赛，朱柏林赢得是比较辛苦一点，是跟许宏瑞。不过朱柏林在这8强他是抽到这个种子签了，所以也比吴成林这边少打一场比赛。是，就等于他从4强开始，但是4强就是一场硬仗。对，就是一场硬仗。其实有时候种子签不一定是好啊，有时候种子你反而少打一场，你少热身一场啊。直接上来就是强度强的。对，这一颗球是吴成林挥空拍，反拍没有挡到。5比4，朱柏林现在取得1分领先。哇，可惜了。杨武成林还是维持他前面的这种比赛风格。对，其实他这一场球反而比较不跟前面不一样的是，他反而是把朱柏林压在后排居多，他把前排球变少了。哇，自己推到网子上了，所以。朱柏林这颗球力道收的太短了。5比7，回到2分差。有抢网失误。
对朱柏林来说，这一颗应该要是10拿9稳了。这个反拍也挂网，现在连追3分，7比7的平手。其实吴成林目前为止走的这个后排的一个快速压后排的一个球套路是好像是也是有优势的，有用的。哎呦，他没有去预测到他会切球。对。8比7，朱柏林现在要回1分的领先。哦，自己判断上出现失误。国中组男双第2名何顾万和李国汉、吴炳燕，第1名何顾日香李北王俊明廖家浩，请以上得奖选手自竞赛组入场。这个球一样打一个斜线的攻击。边现在也不断追平，在互换领先了。同一间学校除了首席之外，其实2个人也算是实力非常接近，实力非常接近的。所以有时候这就是在考验临场的比赛临场的反应。这个球刚好摸到了网带。因为有的选手是真的是比较偏练习型的，那有的选手是比较偏比赛型的。在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去很有效、很快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些心态及他的球路的变化。哇，又再回到了10比10的平手。吴成林这个球力道也短了。哟，抬望过去，对，这是一个幸运球。刚刚朱柏林有1颗，现在吴成林也还了1颗回去。2边间都有 lucky ball 出现。直线不过出界，就是手法的问题啊。其实他的意识是对的，但是可能手的一个挥拍的一个角度没有抓好。哇！有12比11的情况下，朱柏林这一次走斜线的攻击拿下了第13分，所以13比11，双方要换边，稍微休息一下。1点钟赛程，藏族女单，狮湖国小谢乔安，田中高中肖安宇，请至选手预备区。好，回到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朱柏林是拿到了2分的优势，有反拍出界。今天双方
要想把这个比分差距拉开，真的蛮难的。对，因为太熟悉了。朱柏林这边自己出现失误，反正是换边之后，他连续2颗失误，丢了2分。对。哦，下半局之后，陈琳换边之后的攻击反而变比较大胆了一点。对。换边之后，现在吴成林是连拿4分。这一颗球选择走直线，也压在界内。这边是朱柏林主动的攻击出界，自己出现了非受迫性的失误。以何处万和李国汉、吴炳彦是季赛组领奖。哇！换边之后，现在完全被吴成林给压着打。打出了一个7-0呢。这一个球打对角，那个球是出界。国中可以说还是复兴与林毅是第3场地准备。这球推到了很深的位置，推在界内。好，朱柏林现在也要开始追分了。哦，这一个球。吴成林没有办法去追到，这是一个借力使力的一个拨球，把球拨开。连掉7分之后，现在连拿3分回来。哇，想把角度拉开，打到网子上。所以下半场比赛现在优势一样还是在吴成林的手上，19-16。哇，这个回发球，回发球也出现失误，直接打回去。比分差距也逐渐被拉开了。那今天的这一场的对角似乎都很容易出界。对。面对到朱柏林，都想把角度带的再更开一点了。碰到网子，上线抢网之后的这个下压。
8比21。这个时候走一个直线的攻击，朱柏林也有重扣，现在也追到剩2分差。哇，这一次一颗没有出去了，稳稳的压在线内，走一个带切的。但是如果这颗再杀球的话，可能又出去了。对，就又出去了。杀球应该是出去了。1点钟赛程，上组平安，狮湖国小谢朝安请技术至选手队区。哇，结果朱柏林这颗球自己推到网子上了，看表情就知道非常懊恼。下半场的失误真的有比较多。哦，可惜，但是地也滑了一下。对。哇！又在这个角度太开了，对，他杀了自己都笑了。一打自己就知道太开了，要求太高了，这个。追到现在剩下2分差。哦，哦哟，只剩1分差喽！想要制造一下比赛的那个高潮啊！22比23，还是朱柏林的发球。哎呦，哇，太急了，太急了！这也是朱柏林的一个机会啊！现在让吴成林拿到了赛末点，那也是最后的冠军点了。往前抢，被抢到了。嗯，朱柏林还有机会啊！哦，现在看自己的发球怎么样了。对啊。哇，最后球是出界，出界了，可惜，可惜，可惜。但是漂亮，精彩。哇，这个换边之后，其实朱柏林一开始被打出一波7比0的攻势，是。不过最后的分数是咬到了23比24啊。很可惜，最后一颗球还是让吴成林这边给把握下来。对，恭喜吴成林拿到冠军了，拿到了公开组男单的冠军。对。好，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也请您稍作休息，待会我们再回到下一场比赛。1点钟赛程，听障组女单，狮湖国小谢乔安请竞速室第4场地出赛。
下午1点40分赛程，听障组男单，南投县延平国小柯宗志，屏东县义利国小卢乐成，请至选手预备区。听障组男单，延平国小柯宗志，义利国小卢乐成，请至选手预备区。下午1点30分赛程，国中组女单，彰兴国中赖宇璇，社头国中刘元信，请至第2场地准备。联合国中李婕妤、黄玉成，请至第3场地准备。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继续的回到比赛的现场。那在这场比赛开始了，场边现在是邀请到了大湾高中的教练贾冠霖教练，来跟各位一起欣赏接下来的赛事。教练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郭哥他在接下来要准备，他们全大运也要准备出赛了。对。刚好这个赛事是撞在一起了，对。所以赶快郭哥要赶回台中去了。那这边就请冠霖教练接下来帮忙救场一下。好，没有问题。
场上现在也看到是轮到了国小组的赛事。对。国小组蛮多的赛事，其实在昨天都已经陆续的进行完了。是。前面进行完，刚刚打完的是这个公开组男单的赛事。对。就是高中的这些学长，相信小朋友在场边看到，应该也很希望以后可以变得跟他们一样厉害。对。因为他们的强度比较高。对。对，所以说看起来会比较刺激一点。嗯。对。也希望之后小朋友可以跟他们一样。是。那这一次在今年的这个日月潭全民杯的赛事，除了国小、国中到这个公开的高中之外，还有让社会组、社会人士也可以来参加。嗯，对，大家一起打个比赛，身体健康也不错。对。那这场比赛是天障组的男单，南投延平国小的何中志对上的是屏东的丽丽国小的卢乐成。那在今年也非常特别啊，就是有加入了这个天障组的赛事以及这个身障站立组的赛事，也配合就是接下来在5月底要准备进行的全国身障运了，就是在南投来举办。所以对很多的选手来说，这是一个很好以赛代训的机会。因为身障的选手真的比起一般的选手来说，需要更多的努力。对，因为少了听力的部分，他们可能对球的敏锐度可能就没那么高了。这一球打到网子上。这一个反手出界，比如现在来到4-0。我目前在卢乐成这边回球的失误上面比较多。对，他的位置可能比较被动一点。所以出球的位置并不是很理想。对，可能造成失误这样。这球走一个斜线，哇！现在打了一个7-0的开局，对，大比分的领先。对。我就看卢乐成接下来能不能够控制他的失误的次数。对，目前大部分分数还是因为失误掉的。加上他的速度比较快，所以说在被动的部分可能回球要再谨慎一点。对，这个时候拿下了第1分，8-1。这边也有调整了。对，今天柯中志把球都压在还蛮深的位置。是。可能要透过挤压他的后场，造成他的失误，这样。现在来到8-3。刚刚那一球切球角度非常大，切得非常好。再切一颗，不过这一次是切到网子上了。对，他应该要再往前再多送一点。这球挑起来，但是出界。对。两个人的节奏很快。对。几乎没有什么太多中间的休息了。拿到球站定位，马上就开球了，下一颗球了。对，好像都没有在调整这样。对。
备。比数11-5。一样，这还是罗热成在上半场比较多的状况。对，失误真的是有点偏多。12-6。这球进攻的位置不错。对。反手挂网，现在双方要换边。对。换边之后13-6，柯中志的发球，还是维持一样啊，把球送得非常深。对，一直被挤到反拍的位置。哇，拍子甩出去了。刚刚进攻上网的连贯速度并不是很流畅。对。又是反拍的位置，造成回球偏高。不断的去挤压这个罗热成的反拍。对，反拍位置失误真的要去控制一下，才有机会把分数追上去。这球是界内。这球主动的来发动进攻，可惜失误了。对。靠近身体的球，没有能够把球给回去。对，可能也没有预想到会杀近身的球吧。对，因为前面一直都是送到身体后面去。对。可能会比较偏注意他进攻，他一样他反拍的位置。现在来到20-7了，这个分数的差距逐渐被拉开。对，小球高起来，速度上可能是真的有一点落差，所以比数可能很快就会被拉开了。对。而且两边的节奏都很快啊。那他就发球。打到拍框。1.40分赛程，国中组女单首线大神王伟彤，南宫国小邓佩瑜请至第3场比初赛。放短球，但是力道过短。对，可能是想要把球放得漂亮一点，造成了失误。我当然，这领先的分数够，就可以去雕一下这个位置了。对。这球也是想放到这个线的位置，不过放出界。想要打得漂亮一点。对。 1.40分赛程，80岁以下者男双，送出界，量过大。不过刚刚那一拍的过程是非常好的。对。啊，大力了。时间成刘宇杰，周功成23-11。第1场地准备。 这个球一样啊，又是反拍绕头的位置了。这是今天出现最多的状况。对，又是一个非常可惜的失误。对，这个反拍直接挂网。对，所以延平国小的柯中志25-11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是听障组的男单的赛事。然后比赛结束之后，也请您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从事高空杨永秀、潘仁泰，请至选手预备区。好，在刚刚进行完了听障组的男单赛事，现在回到场上继续进行的是公开组的混双，都是从事高攻的选手。肖同恩、陈冠贤对上的是杨永秀以及潘仁凯。那混双公开组的部分呢，这一次是有4支球队来报名。这次日月潭全民杯主要还是这个中彰投地区的学校的选手来报名参加，主要还是交通会比较方便一些。对。
在画面下方是肖同恩以及陈冠贤，画面上方也是杨永秀及潘仁凯。连续2个攻击的机会。这个接发球挂网，有时候混双这个点真的看女生的发挥如何会很重要。对，女生的防守会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加上男生在处理球也要考虑到女生的行动，是对回球可能就不能到那么快。这球救到，这个防守的很好。结果出界了，哇，这完全是空档的位置。对，结果陈冠贤自己送出界，太急了。太高，搞起来，往前杨永秀，直接一个下压的机会，而且还把角度给带开了。对。出界，稍微深了一点。2比6。2个人位置上面有点重叠。对，加上他刚刚抽的位置并没有把位置抽出来。对。球触网，结果没有过发球的失误。接发球，突然放一颗小球，角度也带得很好。女生刚刚那一颗有被吓到了，对，便没有反应出来。打回反手的位置。判断的还蛮准的。对，刚刚那球防守有被压迫到。放一个小球，结果是让肖同恩这球推出界。哇，界内哦，杀得很边线。分数现在其实咬得还蛮近的，可能队员之间也会比较熟悉彼此的球路吧。直接杀在脚边的位置。追到只剩下1分差。这球角度带得很漂亮，也没有注意到他会打到对角去。对，直接往身体过去。对，这球也杀得很重。对。正面的球，这个球想要用推的推回去。对，只是可能刚刚那防守的节奏没有抓好。对。分数还是一样，1分差，11比10。这个发球
发长的，对，没有注意到啊。冒险洪熙敏，请至第3场地准备。下午1点50分赛程，80岁以上组男双10倍比刘翔毅，赛程共陈珊妮，请至第1。哇，这一球切得漂亮。这球真的切得很漂亮，而且切的角度也很大，很下去。对，主要是因为前面这陈冠贤扣的都非常重哦。对，所以这个虚攻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哇，这球发位置接得很好，没有反应出来。对，因为刚好在线边的位置。好，是3比12哦，1分的差距，双方要换边。哦，所以上半场比赛咬得非常的近。基本上都是你1分我1分，分数拉不太开。第2竞赛董勋任、蔡俊宇、王诗仙，请至第2场地出赛。好，是3比12，杨永秀、潘元凯这边是1分的领先。下半场潘元凯这边先发球。哦，打到拍框，但是这个球应该看那个位置可能会在界内。对，他突然一个节奏慢掉。对，打到拍框反而去影响到杨永秀他接球的节奏。对，所以说刚刚有时候运气也是蛮重要的。对。3比13的平手，结果陈冠贤的发球失误。下午2点钟赛程，国中组女单，找到空档，刚刚他好像是想要先抓直线的预判，就人家抽了一个对角，变成反应来不太及。反拍的挂网。哇，刚好翻过去了。这个小球放得很漂亮。对。打了一个地瓜。对，有点太急了。这一个球高起来，往前的呛死。这颗过渡过得并不是特别好。这球又是杨永秀这边的挥空拍，球是在界内。两个人骗到了自己队友。对，陈冠贤原本以为肖同恩这一颗球要接起来啊。对。默契上面沟通没有沟通好。这球进攻的速度很快，对，女生有点来不太及。这一球就完全在拼两边女生的防守。这个反拍一样走直线，对，他2颗球去找肖同恩。他在进攻的位置好像都走向女生正拍的部分。对。
出手太急了，压得太早。22-15。哇，坐在地上，再来一颗就没有了。对，都好不容易都救起来。而且起身速度其实蛮快的。对，不过他在追身的那个人也是很快。对，反拍送直线进去，17-22。刚刚那球好像送的有点太高。哇，这差一点又骗到队友。对，虽然有接回去，但是位置已经不理想。对啊。正拍推的力道太大。24-17，潘仁凯以及杨永秀现在来到了赛末点。哦哟，往前，其实第一颗球是有触网的。对。不过潘恩凯还在压完之后，再接下一拍都咬得很紧。对，女生好像有点跟不太到。25-17，在这场混双的赛事当中，这是重拾高攻的内战，由杨永秀以及潘仁凯拿下比赛胜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请您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再回到下一场比赛。好，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转播。接下来要登场的下一场比赛是国中组的女单，社头国中的方逸婷要对上台南复兴国中的黄瑞欣。国中组女单这一次也有20位的选手来参加。竞赛组成绩报告：冰上组男单第1名，这个球送的位置够深了，很被动那一球。得奖选手是竞赛组林夏。
自己把这个角度带开就出现失误。下午2点钟赛程，还是一样推出界。对，而且国中的女单有时候可能比较的还是双方谁比较稳定。对。下午2点钟赛程，现在两边好像都想要把球打得太开。对，都是瞄准这个底线的位置了。对。第3场地准备。考试中立，国中姿态。这球长球打得很深，刚好压在线内。2场地准备。这球带切。是不是因为灯光的问题，所以可能在造成判断的时候会有一些误判？这样，刚那球他好像也是以为他会没有打过，对场地的这个灯光还不是很适应。这一场比赛是国中女单，还在分组预赛。方逸婷在前面是先拿下一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如果获胜的话，也可以进入到8强。哇哟，太大力了。对，就差一点点。又是接歪球啊！在失误上的控制上，还是要多加注意。对。两边在往前互放小球。太急了。对啊。接球真的是切的有点太高了，对手抓到之后，这种手上的失误也是，这就是控制一下，煮熟的鸭子飞掉了。对。这个接发球也是判断上面有一些失误。对。哇，发球失误。比数来到9比5。主动的变线，把这个位置带开。有点打到拍框了。对。球是刚刚好过网。太大力了，推得太深。不过刚那球不是界外吗？哦。现在11比6，应该是要换边了。好，换边之后，现在黄瑞欣这边是5分的落后。下午2点10分赛程，国中组女单，国县大省。出界，刚好在线外。
过度的处理好像并不是特别熟练，在被动的时候回球都很容易失误。这球敲人家手上。推得太深。这球切得很漂亮。这个球刚好掉在线内。对，这时候以为会界外。推到了线上。对，这球推得很好。其实女生在切球的方面，是不是都切得很漂亮？对。这个球一样送到了对角的位置。对，一样去挤压他后场，造成他过度，然后去抓他的球。啊，这个时候一个 lucky ball 刚好弹过去了。这个反拍，一出手就知道会出界。对，角度没有推好。哎，哦，回空拍。这一种失误很不应该。下午2点10分赛程，国中组女单，口信大神罗爱。裁判现在要换一颗球。陈轩宇请至选手预备区。底线界外。对，力道还是大了一点。直接挡回去，进攻的角度太高了。现在来到赛末点了，20-12。这一次的进攻就稳稳的压在线内。对。还以为他差点又要没有把握好。对，对。这一次的角度有顺利的打出来。轻轻的挑过，面对到赛末点，现在连赶2分回来。对。不过越关键还是要越敢打。对。再一颗出界，连拿3分。
哇，这个时候让方一婷连续的出界，可能开始有被追分的压力了。对。啊，哇！结果这一个反拍，非收波性失误，对自己打出去非常的懊恼。对。面临到赛末点，其实越打好像越顺手的感觉，这个气势都慢慢上来。所以方一婷在预赛连续拿下2场的比赛胜利，那也确定晋级到了8强。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从石高东张瑞纯、薛安雅，从石高东杨永秀、潘元凯，请至第3场地准备。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比赛的现场。那在这场比赛开始前呢，场边一样邀请到了这一次的来宾，南投县体育会的总干事洪明慧总干事，来跟各位一起欣赏今天的赛事。总干事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感谢大家来观赏我们南投县南投县政府跟南投县体育会所主办的全民杯的羽球比赛哈，谢谢大家。哇，那真的这一次也看得出来啊，这南投县政府以及体育会这边呢，费了非常多的心力哦。那包含这个竹山高中以及营北国中这个大力的支持，我这要办一个这个比赛真的不简单了，让中彰投地区，那包含还有全台各地的小朋友，都有这个可以以赛代训的机会，因为真的要参加羽球比赛，当然我们每一年的羽球比赛的场次其实不少哦，但是在南投地区这边要来进行比赛，还是比较舟车劳顿一些啊。是，因为你要跑到外县市去嘛。是。所以能够让这个南投县的小朋友，就地就有这个比赛可以来参加。那这一次也非常辛苦，也有很多的赞助单位才能够来进行这一次的比赛。那个今天呢，我要先跟大家报告这是我们南投县第一次所举办的羽球比赛用直播的方式来展现给各位了我也要非常感谢我们县政府跟议会大力的支持我们的体育活动毕竟我们是一个3城所有的资源都在6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真的我们的经费比较拮据真的要感谢我们许淑华县长就近以来挹注的更多的经费给我们体育界关怀我们的运动的孩子跟教练让他们有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6都以后南投县的球队唯一能够进入8强的就是我们竹山高中跟我们营北国中。所以我一直在恳求我们中华民国羽球协会张国祚理事长能够来帮忙我们南投县
这个目前的羽球真的太贵了，是不是能够赠送我们多一些的羽球啊？毕竟那是一个很大笔的经费。那竞赛方面呢，就由我们县政府跟体育会来帮忙支付了。我们也都有编列预算要帮忙我们的孩子是毕竟我们也打过全国全中运的第2名，对第5名说实在的，也是台湾的一个佼佼者也要感谢我们幕后辛苦的教练，还有我们的家长愿意把孩子交到南投县来。毕竟6都的孩子是最棒的、最好的资源都在6都嘛，都在6都，所以说我们还是讲较白听的，就是讲甲不到电话较暗的来过来的囡仔啦虽然我们经费唔真济啦，但是我的心意是满满的啦。对大家免烦恼啦来个南投好山好水的所在，人情味是上重的免烦恼啦咱放心啦，放心，送过来拢不要紧啦。我的教练真正嘛足认真的我这看过目前我的专任教练甲过去的素质差足济毕竟你啦无专业没有很专业的来进入这个羽球圈呢，不是那么好把成绩带上来。我们是一个3级的球员，结果我们现在已经打到1级的，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所以说，我们县政府跟体育会、议会愿意挹注更多的经费来给我们的运动选手，这是毋庸置疑的。对，我们全力支持。而且这个月底还在南投县这边要来举办今年113年的全国的身障运，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很困难说实在的大家心里都有障碍，不管是正常人，或是我们肢体障碍，或是智障、听障视障等等这个安全性非常的重要。对，它不是一个球技的表现，或是运动的表现，它是一个安全。我们要有一个安全的场馆给我们的运动选手，还有一个安全的比赛的地方场地我们要标准，还有我们身心障碍的包括我们的公用厕所，这都非常重要。我们都要很多的细节都要去关注它。所以说我们动用了各级学校的校长、主任来帮忙这次的全国身障运动会真的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全国各地来到南投来观赏我们这次身障的比赛。虽然它不是一个很竞技性的比赛，但是我们是用非常诚意的心情来办理这次好的比赛，用爱与关怀来处理这件运动大事。谢谢。因为对于这种身心障碍的选手来说，真的你要进行运动，跟我们一般人就是想运动就运动，真的不一样。不一样，他设限的太多了身体、心灵他一个挫伤对，真的没有让他好好的发挥他的人生有当时也唔知咩来贵所以爱动用足侪社会资源用爱的关怀来给因关怀才有可能达成这个运动。除了每一次举办这种身心障碍运动会，让他们有一个发展的舞台之外这个身心障碍这个球队的教练也是很重要的教练非常的辛苦。那个要教一个身障的，过去我们都当过教练，当过裁判，这个区块我们就不敢去涉猎。为什么呢？那个心你爱心无够遐你有当时做不落这个要真的要很多的包容的力量加注在一起，还有经费加注才有办法把那个我们的身障的选手顾好。那在这一次这个日月潭的全民杯羽球，也有针对这个接下来准备要来进行的这个身障运来加开这个听障组，那以及身障站立组的部分那就是让选手可以在身障运之前可以来提前的以赛代训。是，所以刚刚也已经看到这个听障组的小朋友，国小的小朋友就来到场上来进行比赛。还有进行到转播，我有去颁奖，真的不简单在这个听障、视障能够出类拔萃。像我过去我有一个侄子，他是保龄球，因为我南投没有身心障碍的委员会，所以会非常可惜的，我们没办法照顾他了，所以我们将我们的孩子也都送到6都，那6都说实在，6都的经费比较多，他才能够照顾到。我们南投没办法，没有这个委员会没有办法照顾他，
所以他们也是拿到的帕拉运动会的金牌。但是回来我们还是有包红包，虽然我们没办法照顾他了，我们也都帮他庆功。是这是毋庸置疑，一定要做的。对，家己的囡仔吼。去互别人顾，转来咱嘛是要甲笑，对，一撮意思啦，安尼啦。这一场比赛是国中组的，那是南投在地的大成国中。大成国中我们洪教练呢，他本来是我们的夺金计划的教练在。最近2年已经聘为专任教练。他是我孩子的学长，是台体，都是台体的学长出来的，非常优秀的，是非常辛苦一个教练啊。对，那像这一次比赛这个片头有特别邀请这个蔡成汉，来进行一个影片的录制。那蔡成汉也是南投之光啊。那个我第一个包红包跟做奖牌的孩子就是蔡成汉，他日乡嘛爸爸也是我们的副主委日乡全力在赞助这个羽球了就是我们竹山的苗一直长大，从以前的乙组长到甲组当国手，我们是看他一直长大的，所以这10年来我是一直在竹山看我们的孩子所以我尤其今年我又挹注了更多的经费，我们体育会跟县政府又挹注了更多。因为毕竟国中小还有县政府他那个钱崇义的问题是属于那个我们体健科，他有一个国中体育会、国小体育会是高中就没办法。高中的话，我们就用南投县代表队的方式，用一个代表队的集训来补助他。因为国立学校嘛，有时候县立的要给国立的那个。挚爱难行我们只有用体育会来帮忙他，让他们有可以更多的经费来从事这个训练。过去几年我们要感谢天晴集团来资助我们竹山高中了。很可惜他因为现在他已经转到支持足球嘛其实每个运动都需要支持，没关系，大家经费大家做啦成绩咱拢拍出来，没有辜负我们一些对我们投资的企业我们都是有回报他们的，用成绩来回报，感谢我们的企业主，谢谢。好，那这一场比赛南投大成国中的罗爱顺利的拿下比赛胜利。这场比赛也非常感谢南投体育会的总干事洪总干事，谢谢，来跟我们一起看今天的赛事，也跟我分享一些我们南投地区这个体育会以及各个学校当中的一些事情了。非常感谢洪总干事，谢谢主播，给南投一个机会，大家加油，谢谢，好，谢谢。下午2点40分赛程，80岁以上组男双，蔡俊宇、洪时谦、于玉峰、李炳峰，直至1、2场地准备。
刚刚非常开心了，这个南投县体育会的洪总干事来到现场，也跟我们分享一些他们在南投县的学校啊，或者是体育会啊的一些的经费的流向。当然，这个很辛苦哦。教练以前也是竹山高中这边的教练嘛，应该蛮清楚的哦。蛮清楚的，一点点。真的要经营。像是学校单位啊，这种球队真的非常辛苦。需要很多人的一起的努力啊。这积分板上面好像有一些状况，现在裁判这边要重新做个调整。那这场比赛要看到就是社会组的比赛，这个是80岁以下组的男双。是。那80岁以下就是2个人的年龄合计起来在80岁以下。社会组球路会比较多变，不会像年轻一辈的选手那么直接。是，这球对角推得很好。曾玉琪、陈廷伟对上的是周中尊以及林奕明。这场比赛是80岁以下的男双的冠军赛。哇，再往前刚刚好，就等在这个位置了。对。也是非常大力的去做加压。这个球质量抽的不太好，对，应该就压上来。这球发力的动作太大，打到框了。那像这边社会组的选手，基本上都是自己有工作在身了，还因为对羽球喜爱。所以在工作之余，也是可能常常到球馆去练球。对，或者是假日。对，那有比赛就有时间的话，就报名来参加。对。往前抢啊！这一个反手直接往身上去。对。追身追得很紧。下午2点40分赛程，现在双打李玉德、庄冰成。这个反拍出现失误，不过那个位置是推得特别好。主动的抢攻，好像很想给对手致命的一击。对，就动作太大。打到拍框。哦，这个球过去的时候非常贴网。对，他在突然转节奏的过程，球处理得非常好。这球攻反手，对方的气势打上来。对，现在是连续的得分了，11-5。
啊，哇，那时候主动出现失误啊，想摸一个短的，就放太短了。对。还是一样触网。其实对方的防守其实蛮扎实的，好像都攻不太死。所以是3-5，双方来换边。下午2点10分赛程，国中组比赛，永和国中。场上的裁判现在也在场地上面，再给场地再重新拖一下，稍微有点湿滑的状况。有时候场地灰尘也是需要去整理一下。也是怕选手在上面受伤。对。这一次的接发球也是出现失误。对，其实接发球其实很重要。双打来说的话，前3拍如果够快的话，其实都蛮容易就能得分的。对，我这个发球触网没有过，有进，对，有进了，可能刚好压在线上。这个反拍触网。是往前自己一个下压的机会了。对，没有把握好，真的还蛮可惜的。不过他们的动作真的，属实好像都有点偏大，所以在击球的时候都会慢个1拍。速度上好像有点跟不太上对手了。哇，回空拍，球刚好是出界。对。瞄底线的位置还是打出界，所以分数现在逐渐被拉开了，已经来到19-6。开始急了，对，想要借力推一颗刚好过网的，就球点没有打准。往前这一次的反手就有把握到，直接往脚边去送。7-20。陈佑是第3场地出赛。这个球判断上面出现了失误。那球其实界内还蛮多的。对。触网刚好过。还是出界。现在在周鸿钧跟林奕明这边，好像不管打长打短的，这个失误都停不下来。对。
太想给对手致命的一击。对，多拍了来回之后，这个进攻也比较急了。对，有时候在过程耐心其实还蛮重要的。最后是一个接发球的失误，对，失误次数过多，对，也让这场比赛的比分差距比较大，25-7。好，恭喜郑玉琪以及陈廷伟顺利的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也要请你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回来。技术是第3场地初赛。史彦成、罗宇杰、郭杰昌、曾一成，请到第2场地准备。好，在接下来比赛继续登场是国中的女单，联合国中的李婕妤对上的是社头国中的刘元信。那画面上现在浅蓝色球衣的就是社头国中的刘元信，那另外一边深蓝色球衣是联合国中的李婕妤。那这场比赛是还在分组的预赛。下午2点50分赛程，世界双打。陈浩涵、李佳凯、李一鸣、郑辉是第3场地初赛。开赛的第1分是社头国中的刘元信这边拿下。打在正手的位置，这个球也没有送回去。刚刚那球的回球也没有到底线，所以对手也是比较容易进攻。又是比较浅的位置。对。刘元信几乎是待在原地就已经做好杀球的准备了。对。可能还是要想办法把对手的位置调开来。主动变线，但这个球是送出界。界外的好像有点多哦。这球也放进了场内。开赛现在刘元信连拿5分。这个接发站错边了。
还在紧张。啊，可惜。对。哇，这个球也是界内，直接越过头顶。前面7分现在打下来是完全被压制的情况。对，速度上好像有一些落差。掉后之后，前面的小球直接放过去了，被掉到后场之后，往前的空档大了。对，移动速度没有那么快。对。哇，这是往前的呛死球了，对，直接下压得分。开赛现在连拿10分。下午2点40分赛程，现在双打体育的张一成、张凯琳、陈晨佑是第1场地准备。这个回发球也直接挂网，啊，所以是1分未得，11比0，双方现在要换边了。分数好像有点悬殊。有点被打的没有招架之力啊。对，不过还是希望他休息过后速度可以再快一点。对。好，换边，刘元信继续发球。主动的放短了，不过这一颗球是界外。失误的部分也是要再控制一下。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1分。把这个角度尽量打开啊，我打出界。我刚刚那个发球很危险，没有开得很深呢。而且往前没有办法挑过去。还是出界。可惜，不然刚刚那一球的进攻是很漂亮的。对。对，机会已经不多的情况下，失误的次数还是比较多。对。好，现在刘元信自己这一颗杀成了一个失误，挂网。对。比赛组成绩公开组5双，第1名同时高峰杨永秀、安仁凯，第2名同时高峰张宏恩、陈冠杰，以上得奖结果是赛组赢的。这个球想放短，但是太短了。对，还是先切过会比较好。下午2点20分赛程，国中组女单，南波国小周佩瑜、联合国中张明轩一致选手预备区。直接做直线的攻击。哇，还是一样。对，都是把这个力道想要把它给雕得很短了。对，这种失误其实都还蛮常见的，但还是希望可以控制一下。
这前后的调动对刘元信来说还不够、是往前的一个下压球拿分。对。这个反拍，挡网子给挡下来。对，一样挡的力道都有点太轻了，他应该可以再用点力。现在来到了赛末点，20-5。哇，又是一个下压的机会。回球还是有点太高了。对。所以21-5，恭喜刘元信在这场比赛当中拿下了胜利。那国中女单呢，现在还在预赛的阶段，所以这场比赛获胜了，有机会可以来晋级到接下来的8强。请观众朋友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下午2点50分赛程，县内双打，旭光高中李玉伦、南投高商体育团，李景文、徐建峰请至第3场地。张海玲、陈成佑请进出至第1场地出赛。好，这场比赛一样还是国中组的女单的赛事。幸福体育南郭国小的柯佩瑜对上的是延和国中的张云轩。好，身穿黑色球衣的是柯佩瑜，黄色球衣是张云轩。上来抢网之后放一个短球、哦，对，其实他这个发接发做的非常不错。走斜线的攻击让张宇轩的回击挂网。在指挥的是广播，肖凯琳、陈成佑从出至第1场地比赛。哦，已经提前到位了。对，其实那个南郭国小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啊，但这一颗球在线边刚刚好出界，可惜。不然这一分的主导权其实掌握在柯佩瑜手上。对，他出手也是非常的顺畅。对。下午2点50分赛程，训练双打。不
过还是不能太急啊，打到人家手上位置。罗志全、11任请至第2场地准备。得分差一用去。福建这种切球的质量非常好，突然慢的转，突然快的转慢的这个节奏调配很快。再切一颗，切的真的很短。太大力，对，但是这个力道太大了，对，心急了。这球还是一样推得太深，果然还是要有一些耐心啊。对，就会，如果耐心不够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一些非受迫性失误。位置推得非常的好，而把对手位置推开。这颗球就放得够短，好像有稍微夹带一点假动作。力道还是太大，力道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不然就可以再把球往上打一点点。哇，压在界内，这长球的速度非常快。放的真的很短。对，这个小球也拿下了第11分。双方11-5，现在要换边。哇，整个攻击上面的节奏掌控现在是柯佩瑜这边还是比较占优势的。对，主导权是在身上，没有错。还是要想办法把他的位置给打开。对。沈玉辉、运东、亚博、日商、福山、黄玉琪、谢成就是选手预备区。这个小球很短啊。哇，张宇轩已经整个疲于奔命了。对，速度真的有点跟不太上了。对，因为小球放了很短，那切的位置又很漂亮。切的位置角度也很大。哇，这个反手也没有能够把球给碰回去。然后也推到人家手上去了。对。好，现在换张宇轩这边来切一颗。总算制止对方的攻势了。切的球都还蛮刁钻的。对。那个一局的比赛。现在来到了中后段了，要把张宇轩的体力都快打没了。对，因为整场比赛一直疲于奔命。对，这前后不断被调动。现在简单一点的出手都开始失误。对，哇！自己出现了发球上的失误，还是不能分心。再切一颗，哇，这一切一个准了。对，
这球刚好在线内。送的比较深了，力量没有消掉。18-10。抢到的位置推过了的，对，来不及拦截。以为要下压啊，结果突然切一颗。对，其实有时候这样子虚攻一招也是有很大的效果。对。这一颗是切的短了一点。力量的掌控还是你没有掌控好。都攻击正手的位置了，最后这个球还是挤了。也打的来回拍数也比较多，想要赶快把这一分结束掉。对，有时候这个球其实都蛮关键的。你扣到网子上，21-11，柯佩瑜顺利的拿下比赛胜利。请您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下午2点20分赛程，国中组女单头线大成尾头，彰新国中郑雨欣，请至第1场地准备。好，欢迎各位的朋友继续的回到转播，一起来欣赏113年的南投县日月潭全民杯全国羽球锦标赛。那在现在比赛现场啊，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今天的贵宾，也是竹山高中的许荣明许校长，来跟各位一起看球。校长你好。好，你好，波宇你好，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已经来到了日月潭全民杯最后的尾声了，来到最后一天的赛程。那这几天下来，这不只是
工作这个赛会人员非常辛苦哦。竹山高中的小朋友，那还有营北国中的小朋友，也都是场地这边到处跑啊。除了要准备比赛之外，那还要帮忙这些赛务上面的问题。那包含现在场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比赛的地垫，那也是昨天这个竹山高中的小朋友在晚上的时间呢，来帮忙把这个地垫给铺起来的。是。好，校长在这个竹山高中的羽球队成立到目前已经几年了？已经大概20年有了。哇，所以差不多就是在2005年左右。是。对，大概19、20年。是。我们真的这南投地区，尤其学校要拿到这么好的成绩，真的也不容易。对，就是其实这个有赖于我们在地区3级体育运动赛事的扎实的训练，然后一贯体系这样子上来，才有办法培育这样优秀的选手，就好像是类似农场的概念，然后从国小、国中到高中。那竹山高中的羽球队算是南投县的学校里面有设体育班的，在高中职的部分就只有竹山高中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很欢迎我们各级学校，不管是国小或国中的学生毕业以后，那到竹山高中来。那当然学校也有很完整的这个训练的场地啦，所以我们都很欢迎，就是说各级学校如果说你们要做异地训练，都欢迎到竹山高中来，一起共享这个国家给予的医疗资源。是，因为像2年前全中运，竹山高中也拿下这个队史最好的成绩了。是，南投团体第1面的奖牌啊。是。所以好成绩应该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好选手。是，那是必然的。那以目前国内来讲，羽球这个运动算是相当大众的运动那运动人口也蛮多的了那以学校的这个训练来讲相对的在非6都的学校来讲，相对的资源相对比较少。是。那即便在有限的资源底下，其实教练团都很认真的在训练我们的选手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下来，最近几年其实以高中来讲，最重要就是全中运的赛事里面在前8强的学校里面，几乎就只有竹山高中，它是非6都的球队的学校了那其余的大概都是在6都里面这样。所以我们其实也呼吁，就是说，我们如果企业善心的人士愿意一起来推展这个体育运动的话，我们都是相当的欢迎那也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这个选手那留在南投这个地方。是。因为真的，你光靠学校要来支撑这个体育班，任何球队的这种支出真的蛮辛苦的。是。还是需要有一些企业来进行赞助，才可以让选手有一个更好的环境了。是。那我们的选手其实平常的打球跟训练，它是日常的一个工作啦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但是其实我到任之后，我也很鼓励我们的选手们就是说，如果有类似像我们这一次比赛这种服务的机会都要多多出来帮忙。这个也是一个选手他在养成的过程里面，他除了球技好之外，那他也有这个服务的样一个热忱来协助我们各级体育运动赛事的一个推广，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学习像前几天也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国小的小朋友，这一次参赛的国小的选手真的蛮多的。是，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了就是说，把这个在学校里面其实比赛，然后得到这个好的成绩，当然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对。那其实我们所强调就是说，一个球队的教育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希望选手在训练的过程或是比赛的过程，能够享受运动打球的快乐乐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唯有在运动的过程中享受了这样一个打球的乐趣，享受打球的快乐，他才会长期的这样一个从事这样一个体育运动，才有办法把这一项的这个体育运动做比较扎实的扎根。是，
不管什么运动都一样是。那当然，这个国小的小朋友就是我们国家运动未来的栋梁是是。这球回击挂网，所以是3比8，现在双方要换边。那当然，在今年呢，这个南投县在全中运当中也可以顺利拿到很好的成绩，而且接下来对于南投县来说，马上又要举办这个全国的身障运动会了。是的。那当然，这个竹山高中的小朋友应该也会踊跃的出来帮忙。是的，这一次南投县的这个举办全国的身心障碍运动会那竹山高中身为这个南投县的一个机关学校，我们责无旁贷的全力配合我们南投县政府以及体育会这边来办理这一次的赛事。那这一次的羽球的部分，在听障的部分是在竹山高中办理。是。那如果是轮椅的部分，也是在竹山的延平国小来办理。那这次的赛事，我们的学生也是出动了我们羽球选手一起来服务现场的工作除了现场这个赛事的场务的工作之外，我们也有学生来担任服务台的志工，是来协助到南投来参加赛事的所有的来自全国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做一些咨询的工作。是所以不管在运动场上或是服务台，我想都可以看到竹山高中的学生在现场从事服务的工作。因为真的对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说，这个服务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而除了真正的上场比赛之外那场下其实还有蛮多是需要找到人可以协助去，或是做询问的地方。是。这也是赛事当中现在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这是羽球赛事是5月25号到5月28号了。那24号是赛前的相关的会议在进行。也欢迎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们有空呢，能够到竹山来参观我们南投县举办这么样的盛大的赛事来为选手们加油。是。哇，扣飞掉了。那场上现在看到这是公开组的男双的赛事。这就是竹山的选手。对。刚公开组的单打的前3名结果也出来了，应该也都是我们竹山高中的学生获得了所以等于在这一次是包办前3名了。有前3名里面有2个是高3即将毕业的学生一个是高2的。那我们学校目前羽球队体育班有3个专长项目就是羽球、篮球跟曲棍球。那羽球的选手算是最多的目前3个年级里面总共是41位选手。平均大概一个年级大概14位左右。那在昨天也是我们全国高中各级学校的体育班的招生，它进行术科测验。那昨天竹山高中的这个体育班也吸引了很多学生来报名在羽球的部分呢，总共有17位选手报名。哇！对，也是很踊跃有不乏来自全国各地的国中好手，最远有从离岛金门过来的。台湾本岛里面有从花莲、从高雄过来的所以也是大家都慕名而来到竹山这个地方来享受在高中黄金生涯的这3年里面学习羽球运动这样一个快乐的事情。所以看得出来，这竹山高中的确，不管是训练环境或者是这个教练的师资其实都受到各个学校的选手以及家长们非常受到青睐。
我们目前学校有2个场馆，2个场馆，总共是10个场地，羽球的场地。那很足够让我们单打跟双打的同学每天做这个下午的专项训练。是。那也能够很顺利的推展我们学校各个一般班级的这个羽球的这个教学的活动。现在看到画面上有身穿绿色球衣，就是黄玉玺跟谢承佑，是，这是竹山高中的组合。是。现在比赛来到后段，那分数咬得非常的紧了，20比20。对。哇，那时候挥了一个空拍。那校长刚好来到场上，就遇到你们竹山自己的选手比赛，会不会蛮紧张的？会啊。哇！校长赶快讲一下，现在校长在场下看呢，不知道场上选手可能会更紧张啊。他们应该不知道吧？校长听说本身也蛮喜爱羽球的哦。是，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我们选手在训练的时候都会去关心啊，有时候这个下班之后也会稍微做一点相关运动。是。那像这个在场上，除了我们2个目前现役的学员之外，对面那个其中一个沈玉辉沈教练呢，他也是竹山高中毕业的。是。那他目前在南投县担任这个羽球的南投县政府羽球的这个巡回的教练。是。他也有过来帮忙指导我们竹山高中的羽球队。所以现在等于是这个选手在跟教练对打，对，相当的激烈。哇，相当精彩。对。现在来到24比22的赛末点了。下午3点钟赛程，国中组女单，彰新国中男学。面对教练也不手软了。更正社头国中方玉琪，社头。哇！结果这一球慢了一步，没有办法送回去，所以最后25比23，沈玉辉跟傅振东2分的差距击败了竹山高中黄玉琪以及谢承佑。是，也结束这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也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竹山高中的许荣明校长来跟我们一起欣赏这场比赛的赛事。也谢谢校长在今天拨空前来啊，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是，谢谢校长，谢谢您。这是我荣幸哈，也谢谢我们主播博宇，还有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直播的这个团队哈，感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大家对南投县相关运动的一个支持哈。我们祝这一次的赛事能够圆满顺利成功，然后在这个5月25号开始开展的这个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由南投县来为大家服务，竹山高中也会倾全力来支持我们南投县政府办理这样活动。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谢谢。好，谢谢校长。那我们也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那在刚刚邀请到是竹山高中的许宏明校长之后啊，接下来邀请到我们这一次的地主，也就是营北国中的校长黄美玲校长，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天，也欣赏这一场球赛。黄校长你好。你好，主播好，以及现场以及线上的所有的伙伴们，大家午安。这一次来到营北国中啊，这学校虽然说不是很大，但是里面真的蛮漂亮的。因为我们算是一个新学校，才10来年。是，因为像羽球队来说，这个成立也还不到10年的时间了，但是这个成绩目前已经算是蛮不错的。在县内算是还很前进的一个学校。是。那主要也是我们的教练团队非常的强，然后积极的为学生找这个比赛的出路，然后也因为国小端也蛮配合的。这3级制我觉得最近这1、2年搭配的起来更强一点，然后我们县内的竹山高中也承接了我们一些优秀的学生去好好的训练，对。在这一次也看到刚刚所进行的这个公开组的比赛当中，就有很多竹山的选手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来表现得非常出色，在男单的比赛是包办前3名的。是。然后现在场上也是这个竹山高中的选手。我们几乎营北优秀的首选应该都是以竹山高中为主要的这个升学对象。是。那竹山高中的这个不管是校长团队啦哈，还是家长会，也都蛮支持的，甚至于他们的后援会也刚好也是我们营北国中上去的家长后援会。对。这一次在这个南投县的日月潭全民杯是在营北国中这个活动中心这边来进行。也蛮辛苦，在这一次帮忙的这些选手们还包含营北国中的选手以及竹山高中的选手，其实都在这一次比赛来帮忙做一些赛务上面的处理。是我们学校其实除了办这个县政府排定的这个大型的赛事之外，还会有很多羽球协会需要我们协助的一些杯赛，是，还有就是市长他也会办这个市长杯的羽球赛，这些全部都是由我们羽球队的这个人员学生们来一起挹注。当然也有一些社区的这个好伙伴，像裁判的部分也会来协助我们。当然像刚刚讲到在接下来月底要进行南投县非常重要的今年的升降运，是。那就需要更多的选手们了，更多的学生们来一起帮忙了。对，全仗运里面光羽球就分3个场地，竹山高中、延平国小，还有我们营北国中3个场地。那营北国中这边是特奥羽球，我们也因为这次的承办这个特奥羽球赛，把我们的活动中心也做了一个翻新，然后把一些比较可能会有安全疑虑的地方，我们都把它清除掉，照顾到。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办这个全张运因为毕竟跟一般的赛事比较不一样，要注意的点比普通的赛事来得多一点。下午3点钟赛程，国中组女单社头国中高一体。这场比赛现在节奏也非常快。那校长，营北国中目前在羽球队的部分大概有多少位选手呢？我们大概一个年级都10来位。每年我们招生羽球几乎都是招满，大概12位到14位左右。那我们今年我们体育班其实有3个项目了有跆拳、篮球跟羽球。那我们今年体育班招生招得不错，就是招满。是还有筛选的这个机会，那这样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比较能够录取一些很优秀的学生进来。对。这个体育班招满的情况下，是有些选手想进来还没有办法进来啊。是。那这样我们也是一个。虽然说有些没办法进来，但是我觉得进来的人一定是更优秀，因为实力比较好，才有办法在群体里面突出。那在我们的这个招生上面呢，也对外的这个形象也比较好。
那其实练羽球很辛苦，是我们像我们学校的学生，除了晨训之外，几乎下课之后他们是都练到将近9点，哇，才有去梳洗，然后才回家，蛮辛苦，真的非常辛苦。那刚刚在比赛这次比赛开始前，也有看到在这一次有特地做了一个宣传片，那就是邀请这个营北国中的校友蔡成汉是来担任这个宣传片的主角。对，校长也是我们全中运亚军的这个主力选手。是，这应该是你们营北之光了。真的，因为我们的羽球队其实成立的这个年限不是很长，然后有这样的绩效。真的是一鼓作气，在一开始就有把那个经营的气势给带出来。是。那我们也希望接着学弟妹能够向学长学习了哈，还是一样能够把自己的技术精进再精进。然后我们也办很多的相关的赛事哈，我们也希望借由办这个赛事，能够让我们南投县的羽球的这个竞赛的气势，还有就是青少年。这个羽球运动能够更蓬勃发展。对，那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就要一步一步来啊。是，对。所以打了一个起头之后，接下来就是希望后面的小朋友可以继续的承接这个火炬下去了。对。那这次办这个直播哈，其实也是我们第一次。我们羽球在南投县里面第一次的直播赛。是。那其实直播的用意也是第一个希望。没有机会到现场来看的人可以看到精彩的赛事，是。然后这个直播的录影也可以就给教练们当做教学用，好。然后再来就是这样子的网络的宣传的方式，可以让我们这个羽球的运动的风气能够借这样子去拉起来，更加兴盛一些。是。好，13-12，现在双方换边。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在这场比赛可以邀请到营北国中的黄校长来跟我们一起欣赏这场比赛。谢谢黄校长，谢谢。谢谢。跟着下午3点钟赛程，国中组女单，彰西国中爱羽学，桃市中立国中真爱，请至第1场地准备。目前双方13-13的平手，这一颗球回击出界。下午3点24分赛程，80岁以上组男双，叶俊年、杜少珍要在新队开始2场地准备。回得太深了，出界。大同高中的李玉成以及涂伟成现在取得2分领先。回击出界，现在分数一样，还蛮接近的。下午3点24分赛程，国中组混双，联合国中李佩轩、李义成，宜兰县竹林国小。公开组的男双总共是有12组的选手。稍微有点急了，这个反拍想把它放得更贴网一些。搞起来，马上再往前就把握住下压机会。对，其实他们防守这一块还是不够，质量不够好。这一场是公开组男双的分组的预赛。哇，推的还是太深了。对。
动的出击，不过挂网。不过也算是一颗幸运球。对，敲到网子了。反拍要把角度拉开，不过是推出界。现在16比16平手的情况下，连拿3分。在边线一样出界。发球有做一些变化，可能开始觉得有犯规的嫌疑吧。发一颗长的，这个球刚好压在线上。力量控制得很好。主动的强往上前，拿到了第20分。这球过渡的位置也是没有调动到对方。不过现在双方要想连续拿分都不太容易。比分咬得很紧。我选择放掉，判断得很好。20比20的平手，连杀2颗，这个球回出界。第2板杀得比较重。对，想要拆线没有拆掉。李宇选跟涂伟成现在取得了1分领先。现在这个球拉起来之后，换成肖仲凯跟陈伟成这边来杀。前一拍做得很好，有抽到对手被动起高去做进攻。不过发接发还是很重要。对，正拍触网被挡下来，哇，一直维持在1分差。对，比赛其实蛮焦灼的。对。再追回来。对，这球失误很突然了。毕竟在主动位置。22比22平手。哇哟！哇，连杀3拍，结果第3拍是打到拍框啊。对，就有点因祸得福哦。对，突然防守，球怎么慢掉？对，而且还在一个很刁钻的位置。对，今天的幸运球蛮多的。23比22。
哦，哎呦，这一颗球防守的很精彩。对，压不太死。成功的防守，现在制造出了赛末点。哇，发球失误了。这关键的一分，结果发球失误，把发球权还回去给对手。哇，这个反拍挂网，现在平手了，24比24，要拼最后一分了。关键，8接8其实很重要。对。因为这赛制是没有 deuce 的，所以这一分就是要决定胜负了。哇，反拍出界！还是说刚刚那一球发球是关键？对，原本24比22啊，就差1分就拿下。对，关键的发球失误之后，连掉3分，对手逆转。对，所以这场比赛是竹山高中这边肖仲凯、陈威成顺利的拿下比赛，25比24。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下午3点36分赛程，国中组混双何库万和李博翰、蔡富儿；男士复兴林真爱、张静佳、请至第1场地准备。好，继续的回到比赛现场，一样是公开组男双的赛事，分组的预赛。斗南高中的张昌成以及张昌明
然后对上的是重实高工的蔡承恩跟季炳宏。如果双胞胎兄弟打双打，应该默契会比较好。对于彼此的想法会比较了解。我是说双胞胎有时候会有这个心灵相通。左界，刚好落在线外一点点。最后球攻得太软，对，人家抽了一个对角。开赛现在连拿3分。哇，发接发，对，有点急了，想要去抢前面的这一拍。5-0的开局。反拍擦到球，没有把球给送回去。看再高一点会更好。比数现在6-2。哇，这发接发的失误太多了。所以很多都是在这个1-2拍之间就出现失误。对，稳定度太低了。这球对失误不太应该啊，在手上的位置。发接发被抓死了。对，要做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出了一个乌龙，所以已经被拉开分数了，11-2。哇，直接往身上去，反拍没有送回来。那球质量也压得够重。所以在上半场13-2，双方现在要换边。重实高工这边蔡承恩跟季炳宏出现的失误的频率还是太高了，对，而且都在前面几拍里面就出现失误，可能速度上也有一点跟不太上。下午4点钟赛程，国中组名单，桃园市中立国中曾汉、南郭国小、周烈宇、体制军手预备区。放掉，判断得很好。对。还是出界，对，这个失误真的有点多啊。对，还是要想办法先解决失误这一块。
这个球结果是扣到网子上。对。现在看到张三成跟张昌明其实也没有去打什么太大角度的球，对，就是稳稳的回去等对方失误而已。对。往前连续的杀下来，拿下第17分。在平抽上好像对手没有什么对抗能力，所以比较容易被动。57-4。哇，这球直接走中线了。对，发球有点高了。还是手上的位置失误，主动的飞兽坡形失误有点太多了。对，还是要好好控制一下。赛中球邱一凡，请技术是2人场地出赛。哇，20-4，这个球还是没有送回去。好像有一点完全被压制住了。对，没有什么对抗能力。对。下午3点18分。反拍也直接送出界。李启文、徐建峰、张玉成、厉义轩是第1场地准备。这场比赛差距好像有点大。对，已经来到了赛末点了。哇，突然这个好像气力放尽的感觉。对，好像已经放弃比赛。25-4，斗南高中的张昌成以及张昌明顺利拿下这场比赛胜利。这个分数的差距比较大一点了。来，请您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现在主就已经广播，蔡中雄、周一凡请技术是第2场地出赛。
下午3点48分赛程，现年双打，罗志全、陈义润、林明俊、柯凯玉，请至第2场地出赛。好，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接下来这场比赛是国中组的女单，身穿蓝色球衣是桃园中立国中的曾爱，黑色球衣是南郭国小的柯佩瑜。柯佩瑜前面在5月3号是有参加这个国小高年级的女单。那打完国小高年级之后，现在继续来打国中。反正国中的成绩打得比较好，闯到比较前面了。对，可能挑战比较层次比较高的，可能就比较没什么压力吧。这场比赛是已经来到了国中女单的4强赛，所以获胜的话就准备要闯进冠军赛、Lucky Ball 也给他弹过去了。看来在力量上还是会有一点差距。差距。对。但这个球送出界，送得太深了。对。开始连续失误了。下午3点48分赛程。现年双打，何建昌、永旭，这个小球放得很好。对。哇，这个进攻，这个位置打得非常好，很开。现在连续拿分7比4。这球要回到前面已经来不及了。刚刚那球的被动处理并不是特别好。哇！这个切球角度太刁钻了。对。对方也回进1颗。界外。刚刚好在线外一点点了，很可惜啊。对，其实位置已经放得非常好。分数又追回来了。对。这球到了网子上。对，被动走得太勉强了，应该可以再带个1颗看看。发球失误，今天好像蛮多发球失误的。这边想要放小球，放短一点。对，我被网子给挡下来。质量要求的有点太高了。分数咬得很近了，10比10。看谁能够领先，在上半场来换边。对。哇，这个球放的位置非常好。对，速度上
被压迫到了。前后的调动，中立国中的曾爱拿下了第11分，双方换边休息一下。公开组呢，下午4点钟赛程，公开组男双，亚博日香竹山黄玉琪谢成佑。下半场的比赛，上来柯佩瑜马上就切一个，把分数追回来。对，角度真的都打得非常刁钻。我这一个发球又出现失误，不过一点点而已，可以再修正一下。第一时间这个位置被调动开了。对，最后一球的压迫也做得很好。哇，很可惜。往前的小球也没有放过去。下午4点钟赛程，国中组女单，头线大神陈先佑，联合国中。现在正在不断的去调动柯佩瑜的位置。对，调动到被动的那一刻抓得很快。下午3点48分赛程，现在双打，董勋远、廖俊泰。林祥汉、郭嘉玲。不放小球就出界，很可惜啊。哇，这一颗球反手放得太漂亮了。这有勾对角，勾得很好。16-12。哇，想要也来放一颗，不过力道收得太短了。还是先静下来，等于慢慢处理。这一颗球被他又再放进。对。速度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落差了。对。在分数落后开始变多的情况下，柯佩瑜现在比较急了。出球开始不稳定了。这个球压线。好不容易追回1分，但是这个发球出界。发得太深了，对，来到了赛末点。这个反拍没有送过去。送过去的话，可能对方也来不太及了。对。哇！再见发球。对，这个发球又再出现失误。哇，这场比赛柯佩瑜比较少见哦。对，发球失误的次数还蛮多的。对，他应该要不要拿了就发球，应该要再慢一下，思考一下，再去做一些发接发的变化，会比较好。好，21-14，恭喜中立国中的曾爱顺利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也晋级到了国中组女单最后的冠军赛。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好，欢迎继续回到比赛场上，接下来继续进行公开组的男双的赛事。竹山高中的黄玉琪、谢承佑对上的是大同高中的许同瑞以及黄宏瑞。这场比赛也是这个分组的预赛。两边都打框啊。对。这进攻有点惯，对，有点慢。球没到位。反拍出界。他杀的那个位置也杀得很好，不好守。比较靠近身体的位置。对。亚军带董勋岳、许瑞仁、李家川是第一场的准备。现在分数突然之间拉开了，来到5分差。往前，对方好像抓得比较紧，变成是我们比较容易起高球。杀的位置一样，在反手的位置。对。哇，没有注意到。对。这个反拍也出界。前面先进行比赛的黄玉琪跟谢承佑是第一场比赛先输掉，那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也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了。对，晋级的机会其实就并不大了，比较渺茫。对，所以就好好的打来调整一下状态啊。对。但还是努力的争取获胜。对。连续攻中线，这一个球一样攻反拍。对。防守整个进攻主导权还是在大同2位选手这里。对，大同高中他们往前控制的很好，组织做的不错，就变防守机会就会比较少。这球杀得很重啊。也制造出了第2拍的攻击机会了。对。这一球是压线哦，压线。所以13比5，双方现在要换边了。上半场有点被压着打的感觉。对，速度好像都不在那个节奏上。对。希望他们下半局可以积极一点。那下半局的比赛，所有的攻击好像全部都是在大同高中2位选手这里。对。还是往前还是要努力的去抢住啊，去制造一些攻击的机会。现在又被迫进入到防守。对。对方的进攻是真的蛮凶猛的。
下午4点12分赛程，公开组男双，亚博日山直接走中线，2个人都没有出拍，没有注意到。哦，哇，这一次的防守很坚固啊，对，没有办法突破。亚军在董勋月、许瑞仁、林家川是第1场地。这一拍是挡出界，16比6，双方现在还有10分的差距。对。啊，也是第一拍被压到啊。对。同时高空，汤女神、铁格轩是第3场。放了一个再往前抢啊。对，放了一个质量特别差的球。哎，这个时候自己扣到网子上，自爆。对。这个发球有点太随便了。嗯。这球是个界内。率先的来到20分，20比7。还是开始进入有点放弃的状态。对。还是出界。对。22比8。哇，一样是这个发球被逮到啊。24比9，剩下最后1分。直接试着甩一颗到后场去了。这个发界方失误真的是太多了。对，分数被拉开之后，就有点都在试着去拼一些冒险球，看能不能够有机会一击毙命。对。25比9，所以许同瑞跟黄宏瑞在这场比赛拿下胜利。分数的差距也拉得比较开哦。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
高中台请至第3场地出赛。同时高中康玉成、简承轩请至第3场地出赛。好，欢迎回来，继续进行公开组男双的赛事。陈俊霖、陈介佑，陈俊霖是竹山高中的选手，跟斗南高中的陈介佑，那对手是斗南高中张家和以及蔡尚佑。陈俊霖、陈建佑好像是兄弟的样子。我以为是斗南高中以为是竹山高中。对。下午4点24分赛程，国中组混双联合国中北轩、以晨。斗南高中张家和以及蔡尚佑抢下第1分。防守部分做得不错。哎呦，一个幸运球。对，爬过去了，还在网子摆在上面多停了一下。对。很可惜，攻击挂网。8接8被抓到了。这比数已经来到了4比1。这个球切的位置就很漂亮。对，对方可能还以为没有过，所以导致出拍有点犹豫。多拍了来回，最后是往前这一颗起高了。对，这拍打得很精彩。现在1分差3比4。防守部分，在危机的关头，
防守还是要兼顾一点。就被往前的陈继友连续下压，拿到分数，4比4，形成平手。这球对方的位置没有判断好，以为会在后场。原本1比4的落后，现在连拿5分，来到6比4，比分反超。对。巴杰发压力有给够，对，造成他发球失误。哇！想要加速哦。位置是有抓到的。压的有点太多。对。这球送出界，比分追平。巴杰发变化被吃到了。现在比分又被逆转过来，张家和、蔡尚佑取得了8比7，1分的领先。两个人一样默契上面沟通没有沟通好。对，不过刚刚那一球抓得很好。8比8的平手。这球起高的位置并不是很理想。对。这一球不起高的部分做得很好，整个速度打出来。比赛前段现在双方咬得非常的焦灼。对。这球推出界了。一样是走在中间的位置，对，又是10比10平手。打到身上去了。对，这种杀的没有在对手预判内，以为会杀下面一点，结果杀一个太高。没有碰到身体，还有可能会出界。对。
这球连贯走得很快。11-11的情况下，这个球一样推太深。对。那球也是主动的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所以关键的1分要来决定上半场谁可以领先。回空拍，想上去推的球也刚好被往前的抓到。所以陈俊霖、陈介佑取得了13-12、11，那1分的领先了。那进入到下半场的赛事，双方在速度上的节奏都打得非常快。所以速度快的情况下，就要比谁能够更稳定的把球给挡回去了。对，他们双打那种不起高的东西也真的很重要。13-12。啊，反拍送出界了。对。接发的失误啊！所以换边之后，连续2个失误送分，对，把这个领先优势又送回去。哇，开始急了。对，也推到网子上。16-13，现在被拉开3分差。哦，这个虚攻，位置点得很好。换边之后，现在陈俊霖跟陈其友还没有拿到任何分数。在节奏上有稍微被对手掌控住了。对。哇！这个往前想要直接压，结果没有推过去。对。反而直接往地上去了。主动切来变线，不过切的太多，对，削的太多了，球就没有那么会跑，球就直接下去了。这发接发突然一个加速啊，对，把球带下来，位置也带得很好。这个球往前是一个攻击的机会，不过没有把握到，一个大好的机会啊。对。15-19。这一次的下压就有把握到。对。
那我这球平球质量也处理得很好。拿到了20分，20-15。拍的出界，还是要减少这样子失误的状况。对，有时候失误真的会是一场比赛的关键。哇，对手预判到。对。其实给这种球有时候会有点危险，如果对手在主动的话。再来一颗，直接朝身体过去。对，就是他拨的那一颗应该要先上，这样轮转会比较顺。还有。这一颗球就救不回来了。对，不过刚刚有一个选手也是蛮大声的提出落地。对。可是基本上裁判如果没有喊停的话，其实是要继续的。比赛就是继续了。对。哇！哦，又是找身上。对，追身的球来得太快了。现在来到了赛末点了，24-16。哇，这个直接切过去了。对，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对，以为他要进攻啊，就又被虚晃了一下。对，发现往前追已经来不及了，25-16。斗南高中的张家和、蔡尚佑顺利的拿下比赛的胜利。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回到比赛现场。
下午4点24分赛程，县内双大亚博日向福山谢承佑、蒋俊麟、李玉德、庄义成请至第3场地准备。更正，请至第1场地准备。旭光高中林明俊、李凯瑜、林一泰、叶立鹏请至第3场地准备。欢迎您继续回到比赛现场，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国中组的混双。在画面下方是桃园中立国中的曾爱以及光明国中的朱立轩，对手2位都是延和国中的张云轩以及洪宇凡。好，这场比赛混双的比赛由张宇轩率先发球。哇，第一球就开长球，开得很果断。对，我开的是太长了一些。对。这个挑的位置不够好。哇，这个位置刚好在往前了。对，过渡没有做好。回球质量太高。防守打了一个框啊。对。拿下3比1。这球是在界内。哇！连续2颗发球失误。发球失误。郭嘉明、郭建昌、李永旭请至第2场地准备。突然变线。对，改3男生了。原本预设会杀女生这边呢。对。杀到男生这里反而有点反应不及。比数已经来到6比2。这个球正手也推到网子上。对。往前的压很快。又是一个发接发的失误。对，分数差距现在逐渐被拉开了。比数已经来到了10比2。哎，这个时候真爱对自己的发球失误。球没有过人。所以11比3呢，现在双方要换边。在上半局的比赛，分数的差距被拉开的比较快。对。果然还是要着重在防守部分嘛。也碰到拍子。对。哇！开球。对，这发球已经是第3个发球的失误了。对。接发球，我直接往前抢，但是还是触网被弹回来。对。所以发球失误完，接上的是接发球的失误。对。打得有点急了。防守部分球质量可能还要再去加重一些。
被守过了。15-4，啊，今天两边今天的女生球员，发球失误数量都比较多。对，发球都会想去叼这个位置了。其实有时候顺顺的处理，先处理过会比较重要。因为球还是要送进界内才有办法拿分数。对。捅出界，那球其实也蛮危险，对手抓到他的接发的球路。位置推得很开。对。高中女球沈玉辉、吴振刚是选手预备区。啊！哇，动作大了。对，对张玉轩来说，这一颗球就是送到嘴边的肉啊。对，没有把握好。对。哦，反手勾这一个，让洪宇凡回球挂网。他可能也没想到他会再回勾、再勾回来。对。哇，马上就来到赛末点了，20-6。界内，好险，这次有把握好。对，然后为他吸了一口气啊。今天失误的频率真的有点太高了。哇，这颗球直接回来。对，想要吃一个没有过了。这21-7，桃园中立国中的曾爱以及光明国中的朱立轩21-7，在这样混双的赛事当中拿下胜利，恭喜他们。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回来。
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继续回到比赛的转播。那在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现在在场边要邀请到的是英北国中的李玉峰教练来跟我们一起看球。教练你好。大家好。今天在日月潭的全民杯羽球赛啊，也逐渐的进入到尾声了。各个组别也都陆续的在进行比赛当中。今天从这个10岁以下的到40、50岁的选手都来参加这一次的比赛。那英北国中这一次在国中端呢，目前看起来选手也发挥得还蛮不错的。教练是什么时候到英北国中这边来执教的？我已经服务1年，回来1年。对。你也是英北国中的校友吗？没有，不是。好，这场比赛现在是男生的双打，公开组的男双。画面上方是大同高中的许同瑞及黄宏瑞，那画面下方是沈玉辉以及傅振东。到公开组，整个节奏突然加快非常多。这球轻轻一拨就拨出一个空档来啊！对。现在是不是这个分数上面有问题了？然后前面在主审裁判这边的分数有按错。当然，今天已经是来到了第3天的赛事了，赛事的最后一天，对于裁判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对，整天的赛事也是蛮累的。对，那选手可能打一场，中间可以做一场休息，那裁判是一场结束之后，马上可能稍微休息个几场，又再轮上来，马上又再轮上来。裁判的人数看起来也不是很多，就基本上可能每一位裁判都是要从早到晚。对。好，现在在这个计分板上面应该是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了。分数上面现在是需要做调整。好，分数调整完，现在是3-1。这颗小球就放的比较有点勉强一点。拨到对角，看球出界。直线的防守，球是推出界。下午4点18分赛程，公开组男双。突然发一颗长的，节奏上有在变化。屏东县大埔高中李立成、卢伟成是第3场地准备。好，往前这一颗球，直接做下压。1-3的开局，那现在也把分数给逆转过来。抓到这颗发球偏高，发长的，但是没有发的够深了。
这个第3拍其实相对的蛮有威胁性的。直接是走中线的位置。这个小球还救起来啊！那现在许同瑞这边要求换一颗球。接发球出界失误。然后强往上来啊，不过这个球挡出界。这个接发球接完是有下一拍的意思，抓得很快。反拍的挂网，那分数现在还是咬住了，7-9。基本上两边都是以平推挡的打法在打，比较少起高。高起来连攻2颗，拿下第10分。下午夜双赛转公开组男双，亚国志香、竹山康伟成校区。这球力道也稍微大了一点。张昌明，此次第1场地准备。下午4点48分，国中组女单，考试中立国中金爱。这个节奏抓得不错，投一颗后场。哇，但是马上这个发球失误把分数送回去了。防守状态下，球起高起来，2分差12-10。哇，这一颗球完全被迫在做防守，角度被拉开了，13-11。水辉跟傅振东2分领先，要进入到下半场。分数都还是咬得蛮紧。对，我觉得双方的罚接发的压迫都还蛮有威胁性的，对。两边抓这个发球的长球节奏，其实也都蛮不错的。好，换边回来，13-11。哇，再往前直接下压。反拍推出界，这个球直接攻击身体的位置，走近身。这个小球做的算是很有质量。
力道稍微大一点。这个下压没有把球给压下来。走底线，这球放掉是在界内。哇，想切一颗，很可惜哦，这颗刚好在线外一些些。直接抢往上来，放一颗短的。这个中场推得很聪明，对手已经在抓往前的小球。这拍送出界19比14。出网，哦，这球在界内，哇，扎实的防守了。不然这球他们其实打的算是很主动的。20比15，还有5分差。哇，这个球反拍也没有推回去。到20分之后，现在大同的徐同瑞以及黄宏瑞连续的追分。往前想要抢这一拍也没有抢到。追到只剩下2分差了，哎，是不是分数好像又卡住了？这场比赛计分板出现比较多的问题，是。记录系统有时候分数上面会卡住，不过这个记录系统其实对选手来说会比较容易的去看自己可能接下来的比赛啊，或者是前面比赛的一些成绩，因为它都会有这个资料库，所以网站上面其实就可以蛮及时的可以看到，很方便啊。像我们当教练也都是会去看这个即时比分，对。因为有时候像教练你们可能出去比赛，那同时有好多个选手，对，选手太多的情况下，这个就必须要，这个时候连续的失误，分数被追上来了。对，追到只剩下1分差了。大同高中其实他们现在在准备评球，也是准备的相当快。哦，这颗杀得很边。对，连续3拍。止住了这个连续的掉分，21比19。切了一颗之后，这一拍啊，让对手回接挂网。
对，觉得这个正拍怎么会没有推过去啊？已经有掌握到了。对。哇，再追1分，现在又回到1分差。自己的反拍失误，哇！比赛后段现在沈玉辉跟傅正东这边所出现的失误真的比较多，而且几乎都是这种非受迫的失误。再来一颗，很可惜。也想把位置切得更刁一点了，结果力道没有送过去。大统这边是不想换球了，那现在气势正好。哇，这颗球又送到了底线，上网就出现了一个空档。反倒是现在大同高中这边率先迎来赛末点，再切一颗没有切过去。比赛后段出现的失误真的比较多，对，都是以小球为主，力道都不太够。哇，前面原本是大幅领先了，结果是许同瑞以及黄宏瑞以25-22在这场比赛当中逆转拿下比赛的胜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欢迎回到转播的比赛现场。这一场比赛是国中组的女单最后一场的冠军赛。桃园中立国中的曾爱对上的是延和国中的张云轩。第一颗球就是一个压线的好球。来看一下延和国中张云轩呢，可不可以把这个国中女单的冠军呢
留在南投。啊，这个角度完全被带开了。这场比赛开赛现在失误感觉比较多一点。罚球过长出界。啊，两个人刚刚才交手过，在混双的比赛当中，这球也送得太深。上场比赛两个人是发球状态都不是很理想。好，前后调动，这一颗小球放进去。主动下压，但是扣到网子上。主要节奏好像都是在中立国中选手这边。对，目前双方是4-4平手，分数几乎都是真爱这边的失误出现了。他的后场击的速度非常快，对，让联合国中的选手是比较有压迫的。打在后场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出界，他想要把球送的比较深一点，所以在后场的出界会比较多。哦，这个球走在线边。出界，要求要换一颗球。双方现在是6-6的平手。哇，这个小球已经跟不上了。直接压往上去，还是不断的在进攻后场。对，打得比较被动一些。这球在线边，线审裁定是出界，已经送到一个蛮极限的位置。哇，还是出界，杀得比较勉强一点。对。9-8，双方现在是只有1分差。哇，
这一拍来回就比较多，最后是真爱这边出现失误。双方也是一直在寻找攻击的机会，以4角拉吊为主。11比9换边，结果在上半场比赛还是联合国中的张宇轩这边取得2分的优势。11比9，双方换边。张宇轩的发球，哇哦！也刚好送到面前去了，是刚好掌握到正拍这一刻。我现在再换了一颗球。这一球也切出界，真爱连续几颗球切的位置都是在单打线之外。这边是判断上的失误。换边之后连拿3分。这球把角度带开，是带出界。失误的次数开始越来越多。对，打的有点比较急了。对。这球想让球贴网过，15比11。哇，往前这一个球也没有挑过去。5分差，16比11。这个24时间做得很漂亮，顿到了对手。反手。这一球如果能够送过去的话，其实张宇轩不一定可以到位。对。这个推球就没有过人了，直接被下压了。17比12，还是5分差。再来一颗。现在好像分数板是又有状况了。这场比赛这个计分板出现蛮多次的。
分数现在14比17，应该没有问题了。比赛要继续。切的力道太小，没有过。回到2分差。哇，这个时候张远轩自己出现攻击上的失误。双方现在谁都不想球高起来了。2分差，16比18。这一个小球在界内，压线了。有预判到这一颗切球，所以已经提前就往前来做准备了。没错。现在回到只剩下1分差距。哇，这一个球送出界。这场比赛是21分了，所以双方的分数现在也所剩都不多了。18比19，这个球一样切的有点太低了。好，18比19，那现在这个计分板又卡住了。这场比赛应该卡了第4次了。好，现在分数回来18比19，比赛要继续。哇，犹豫了，对，这颗底线球。现在19比19的平手。现在就比谁更有耐心了。哇，这个位置打得够刁啊！比赛的后半段都以下压上网为主。对，张宇轩现在拿到了赛末点，也是最后的冠军点，20比19。两边都一样哦，都是切后场，都不断的在攻后场，然后找一个切球的机会。20比20，最后1分的决胜分。哇，打这样子的分数压力非常大。是，这冠军赛打得非常的精彩。对，分数很近。中立国中真爱的发球。回去，哇，这个小球救到，但是在往前，真爱已经可以做好准备了。反手把球直接送回场内，21比20，在这场国中女单的冠军赛，最后是中立国中的真爱，非常精彩的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赢得真的很不轻松。是逆转胜。
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在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日月潭全民杯的羽球赛转播工作也要到这边是准备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在今天的收看，也谢谢英美国中的林教练在这场比赛的讲评。我是蔡博宇，我们在下一次的赛会再会喽，拜拜，拜拜。